在这个10块钱就能娶个媳妇的60年代，男人上山打猎一次就赚了1000块，别人3天饿9顿，而他却顿顿红烧肉吃到腻，只因男人是21世纪穿越来的特种兵。我操，我怎么穿到这个屌毛身上？原主4岁起就当牛做马，养活一家老小。可他吃的是刷锅水，住的是4处漏风的柴房，就因为生病饿极了，捡了块家人吃剩下的窝头，就被父母打得遍体鳞伤，扔在狗窝里等死。我去，这是什么神仙家庭啊！哎，兄弟放心，我替你收拾他们。好饿啊！我不会是第一个被饿死的穿越者吧？就在这时，孙少安眉心突然一阵滚烫，一团光将他吸了进去。我去，这就是穿越者必备的空间吗？我有救了！然而让孙少安失望的是，空间内仅有一块肥沃的田地和一口泉水。不是吧？怎么连点吃的都没有？算了，先喝点泉水充充饥吧。随后，孙少安蹲在泉水边，大口喝着泉水，刚下肚，就有一股温热的感觉扩散到全身，那股濒死的虚弱感正在快速消退。这泉水也太神奇了吧！虽然肚子还是饿，但是全身充满了力量，我感觉现在都能打死一头牛。随即，孙少安出了空间，准备找点东西吃。只是刚走到正屋门口，就听到一家人说话的声音：“老大，你吃肉，我给你娘喝汤，别给孙少安那龟儿子留。”真不给他点东西吃吗？我看老二那病秧子快活不下去了。管他干啥？老二要是活不下去了，还给咱家省口粮了呢。你个小畜生，那么用力踹门干什么？吓死你娘了！我跟你娘不是罚你2天不许吃饭吗？你跑过来干什么？就是你以为你闯进来就有饭吃了吗？孙老栓、刘招娣，你们把我关在柴房不让我吃饭，那你们也别想吃了。孙少安，你个小畜生，你想干啥？我今天要跟你们老孙家一刀两断，我要跟你们断亲。反了你了！这亲是你说断就断的，你吃家里的，喝家里的，这么多年怎么算？哼，你们住正屋吃白面，而我喝刷锅水住柴房。你别忘了，我1年挣200公分，可全交家里了。儿子赚钱交给家里，天经地义。你叫什么？好，一根筋变成2头猪了是吧？孙老栓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大队长喊来断亲，我就站在这儿喊，我要让全村老少爷们都来看看老孙家是怎么把20岁的儿子关柴房饿死的。孙少安的话瞬间戳中孙老栓的命门，他最爱面子，去年才勉强评了个家庭和睦的鼓励奖，怎么能让这种丑事让村里人知道？有福，去请大队长还有村东头的长辈过来，我要看看这小兔崽子要干什么。怎么回事？大晚上的闹啥闹？大队长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这忤逆不孝的东西，他掀了家里的桌子，还要打他娘啊，没法活了呀！少安，你说到底咋回事？大队长，我就因为生病掰了块他们吃剩的窝窝头，就被他们打了一顿，关进柴房。而且平常家里吃饭，我永远吃他们剩下的。我是活不下去了才出此下策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孙老栓、刘招娣，少安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大队长，他血口喷人，我们可是和睦之家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？就是谁饿你了？是你自己不吃。各位叔叔伯伯婶子大娘，我这些年在孙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左邻右舍难道一点动静听不见吗？大队长，我不求别的，今天就请几位长辈做个见证，我孙少安要跟孙老栓、刘招娣断亲，从此各过各的，生死无关。你想得美，说断就断。这家里的东西呢？孙家的1根线、1粒米我都不要，只要断亲文书。按规矩分家可以，断亲也合情合理。少安什么都不要，只要立个文书脱离关系，我看就这么办吧。老栓，你说呢？看来这逆子是留不住，也不能留了。今天不断，以后怕是家宅不宁。断。那行，我带着文书来的，本来准备过2天给村西头老赵家分家用，正好给你们先用。在大队长与众位长辈的见证下，孙少安跟孙老栓签下了断亲书，最后王铁柱盖上了生产大队的章，薄薄一张纸，从此两方再无瓜葛。你这大晚上的去哪住啊？山脚下不是有个废了的守灵人山洞，我先住那儿。有本事你就死在外头，永远别回来。以后我就是在外面要饭，都不会要到你家门口来。随后，孙少安带着2块硬得像石头的破布絮，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好饿啊！光喝泉水也不顶饿，还是得弄点吃的。我记得原主记忆里，这黑瞎子山上经常有动物出没，我可以制作简单的陷阱来狩猎。孙少安便在附近找了几根韧性不错的细藤，做了几个套索，又顺手找了一根笔直的硬木棍当做武器防身。做好这一切后，孙少安将3个套索放在了有兔子经过痕迹的地方。天还没完全黑，我不能光等着陷阱坐以待毙，不如往山里再转转，说不定能遇到一些猎物。打定主意后，孙少安开始以山洞为中心，慢慢向外搜索。忽然，左前方一片灌木丛中，一只野兔正在拱着地。是只野兔，看着能有2、3斤。
终于能饱餐一顿了。孙少安将野兔处理干净后，就地捡了几根干柴生火，将野兔架在火上烤了起来。没过一会，一股属于肉类的焦香飘到了他的面前。真香啊，看着差不多了。孙少安也顾不上烫，直接撕下一条兔腿，一口咬了下去。这肉香，纯纯的，带着股焦香，在嘴里一下子就爆开了。虽然没有盐，但那种油脂感和扎实的肉感的香味还是很美味。孙少安几乎没怎么咀嚼，3下5除2就把一只野兔啃得干干净净。好久没吃这么饱了，回去再看看那几个套索有没有收获。就在孙少安准备行动时，前方草丛里传来不小的动静。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大动静？不会是遇到黑瞎子了吧？话音落下，一只300多斤的野猪从草丛中冲出，直奔孙少安而来。我操！孙少安扭头就跑，但那只野猪却发了疯的在后面追。然而还没等他跑多远，脚下突然一滑，猝不及防，整个人顺着斜坡就滚了下去。好疼啊！真他喵的晦气！还好没追过来。就在孙少安准备找回去的路时，却发现刚刚撞到的硬物似乎不是岩石，而是一扇木门。这荒山野岭，人迹罕至，谁会在这里弄个隐蔽的洞口呢？想到这，孙少安抓住那铁把手，用力一拉，直接将门给拽开。一个约莫半人高、黑得不见底的洞口露了出来。这山洞看着有20-30平米，有人工开凿的痕迹。我去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男人进山打猎，一脚踏进小日子留下的军火库，满眼大宝箱还没细看，山洞深处就传来女人哼哼唧唧的声音。这荒山野岭的还真不挑地方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叫没穿内裤，是小日子人。坏了，这不会是特务吧？我能干得过他吗？你不要担心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行动能力了，对你没有威胁。我是受长辈指派来取走祖辈遗留下来的物资的。那你这一身伤是怎么回事？我找到这里的时候，没想到竟然受到野猪的攻击，我已经不行了。我去，你醒醒！我把这些物资赠送给你，希望我死后你能把我埋葬起来，别让野兽啃食我。我不干，这些东西不也是我的吗？拜托了。哎，我还没同意呢，你醒醒！真死了！孙少安看着眼前的妹子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算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当做善事了。孙少安直接用空间之力在一旁挖出一个深坑，将女人放进坑内，随后又将土埋了上去。忙完这一切，他才将所有的箱子一一打开。只见箱子里一排排乌黑锃亮的枪，还有一箱箱的子弹，甚至还有一箱散发着金光的大黄鱼。哇哦，金色传说！上百根大黄鱼，还有几十把崭新的5-6半，发了，这次发了。孙少安没有任何犹豫，把这些物资统统收进了空间。有了这些，别说在黑瞎子岭活下去，就算是……咦，带头的不是刚才追我那只野猪吗？几分钟前我还怕你们3分，但现在送上门的野猪肉没道理不要。几头野猪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懵了，愣了一瞬，随即发出惊恐的尖叫，扭头就朝着山林深处没命的逃窜。今天运气真是不错，这头野猪最少300多斤，这么肥，油水肯定不少。孙少安将野猪收进了林田空间，然后便按照原路返回，在经过之前下套索的地方，惊喜的发现竟然套住了一只野鸡和野兔。这次是真的发财了，没东西吃的问题彻底解决了。不过段青出来，连个锅碗瓢盆和御寒的被褥都没有，唉，看来只能想办法把空间的野猪肉变现才行。随后，孙少安找了个麻袋，里面装着刚刚抓到的野鸡和野兔，还有10几斤野猪肉。走了大概3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孙少安才来到县城的黑市。买还是卖？卖2毛钱。这年头卖点东西简直堪比特务接头。孙少安交了2毛钱，便被看门小弟给放了进去。来到黑市，孙少安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，将袋子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摆好。没一会，就有一个中年人来到了他的摊位前。你这东西怎么换？野兔5块，或者15斤细粮票加3块钱；野鸡3块，或者8斤细粮票加1块5；野猪肉1块2一斤。行，我都要了。没那么多细粮票，给你钱。这买主看着不像普通老百姓，倒像需要改善伙食的干部或者老师之类的，出手真是豪横。小兄弟，我看你这野猪肉是刚打的吧？应该还有不少吧？的确是还有不少，我还想要30斤，按刚才的价格，我再加2毛，行吗？可以，但是我不光要钱，还需要票。除了钱之外，我再给你10斤全国粮票、无纸布票，怎么样？行，你在这等着，东西在外面我去取。说完，孙少安找了条没人的巷子，钻进了空间，按照30斤的分量切下了2大块最好的腰条肉和后臀肉，随后拎着2块肉出了空间，回到中年人面前。好，你这肉是真新鲜啊！
给，这是钱和票。孙少安接过，仔细数了一遍，44块，外加粮票10斤。没错，合作愉快。小兄弟，我想问问你手里还有没有这样的货，或者以后要是再有，能不能优先考虑卖给我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建设，在红星轧钢厂采购科工作。我们厂子大，工人多，领导有时候需要点好东西，改善伙食。只要是好的山货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现钱结账。这家伙看来是想建立长期联系啊！这年头，轧钢厂这种大厂是绝对的好单位，资源多，人脉广。如果能搭上这条线，以后出手东西就方便多了。我现在手里没多少了，以后要是再弄到，怎么找你？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，每周2、4下午我一般都在，或者这是我一个亲戚家，离这不远，比较清静，有货了可以往这里捎个信，或者直接过去找我也行。有货了，我第一时间联系你。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这家伙肯定有自己的算计和门道，但至少在现阶段，这是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出货渠道。随后，孙少安出了黑市，转头便来到供销社采购。同志，我要买锅碗瓢盆、被褥棉袄、柴米油盐酱醋，另外再给我称30斤苞米面。孙少安一口气将自己缺的东西全部说了个遍，女营业员都惊呆了。同志，你是要去逃难吗？一下买那么多东西？我刚分家，所以缺了不少东西。麻烦你帮我算算，我要的这些东西需要多少钱？好的，同志，你稍等。这个年代分家是很常见的事情，营业员这才放下疑惑，开始为孙少安打包东西。最终，孙少安手里的钱变成了一大袋的东西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就可以先在石洞安顿下来，等过段时间找大队长批块宅基地，建套自己的房子，我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。孙少安背着东西离开了供销社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，将东西全部收进空间，随后便朝着家里走去。孙少安回到山洞，就将空间的东西取了出来，将瓶瓶罐罐放在旁边一块较平的石台上，又将棉被铺在了休息的地方。做完这些，山洞里顿时有了些生活气息，不再是个纯粹的野兽洞穴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再也不用当野人了。不过手里的钱跟票全都换成东西了，想要盖房，还得上山打点东西换钱。随即，孙少安煮了一锅玉米碴子，又从空间里割了一小块肥瘦相间的野猪肉，扔进了锅里。很快，一股混合着玉米的清香和猪肉特有的荤腥气，慢慢在山洞里弥漫开来。太香了！孙少安迫不及待地盛了满满一碗，一口热粥下肚，从喉咙到胃里都暖洋洋地舒展开来。香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吃过饭，孙少安便准备上山捡漏，结果刚走没多远，他就发现不远处的灌木丛里，一个灰褐色、体型比狗大不少的影子晃晃悠悠地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。哟呵！傻狍子！而此时，傻狍子正瞪着俩灯泡似的大眼睛瞅着他，脑门上仿佛写着这玩意咋没见过。嗨，哥们儿，现在可是60年代，谁不想盘你啊？还当自己是保护动物呢，还不撒丫子跑？那头傻狍子甚至没来得及叫，便轰然倒下，不再动弹。打中了，这玩意儿肉比野猪肉细嫩，腥膻味也轻，不管是自己吃还是拿去卖钱，都是好东西。孙少安二话不说，直接将这头100多斤的猎物收进空间。看着空间里又多了一堆肉，孙少安心里踏实了不少，随即便向着另一个方向赶去。只是没走多远，他就听到野兽的嘶吼声。孙少安麻利地爬上一棵大树，向着前方望去。男人第一次上山打猎，就遇到野猪跟群狼打架。然而他却并没有逃跑，而是爬上一棵粗树，悄悄拿出针里瞄准了他们。没想到竟然能见到野猪跟狼打架，我自己肯定吃不下这么多，不如等他们两败俱伤后，我再出手。下面狼群相互配合，3只围攻1只，而野猪则仗着皮糙肉厚横冲直撞，冲上来的狼要么被撞死，要么被踩死。最后双方2败俱伤，9只狼几乎全部倒下，而3只野猪也摇摇晃晃，满身伤痕的站着。看来今晚能捡个大漏啊！不愧是百兽之王，居然还懂得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可惜今晚只有1只黄雀。此时，老虎正作为胜利者品尝美食，却不知树上一个老六已经瞄准了他。为了安全，他在树上又等了几分钟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来到猎物面前。这3头野猪估摸着得有1000斤的肉，最少能赚个1000块。虽然狼没啥肉，但是狼皮也能换几百块。还有这只老虎，价格恐怕比野猪和狼加起来都高。这次是真的发财了。孙少安将野猪、野狼还有老虎通通收入空间，又利用空间之力将皮毛给剥了出来。随后，孙少安离开空间，向着山洞走去。没想到在路上看见一棵野枣树。要是空间的黑土地也能种东西，
那我就拥有了一个不受季节、气候限制的稳定的粮食和水果来源。说干就干，孙少安走到枣树跟前，抬手将它收进了空间。果然，那棵野枣树就出现在了那片黑土地上。看着那有些枯萎的野枣树，孙少安陷入了沉思。灵泉水既然能提高我的身体素质，那能不能加快植物生长呢？孙少安心念一动，控制泉水浇灌在枣树的根部。下一刻，有些枯萎的野枣树像是被注入了无穷的生命力，几个呼吸之间，枝头竟然挂满了密密麻麻、红彤彤、饱满欲滴的大枣。真特凉的甜！吃了这灵泉水催生出来的枣子，我感觉自己精神了不少。这也太逆天了吧！既然空间能种枣树，那肯定也能种别的。明天去县里买点种子试试。就这样，孙少安出了空间，继续向着山洞赶去。只是刚走到洞口，他就看见山洞里站着一个女人，居然是田润叶。田润叶是孙少安的青梅，也是他饱受欺凌的20年里唯一一个会偷偷对他好的人。润叶，你怎么来了？少安哥，我听村里人说你和老孙家断亲了，我不放心你，过来给你送点吃的。这是我偷偷藏的，我娘不知道，你赶紧吃吧。润叶，田润叶父亲早亡，母亲体弱多病，下面还有个弟弟，自己挣的工分大半要贴补家里，没想到他竟然还能从自己牙缝里省出一点点补贴给孙少安。谢谢你，润叶，只有你对我最好。哎，你怎么哭了？少安哥，我娘去年患病，在村里王德发家借了50块治病。王德发昨天下午来我家，说明天下午之前不还他50块，就要我嫁给他。所以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吃的了。啊，上一世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件事？少安哥，我不想把自己交给王德发，我只想给你。什么？少安哥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，觉得我是个不知羞的女人？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哎，润叶，等等，你先回家，你家欠的50块我会帮你搞定。至于那个王德发，让他试试看我能不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此话一出，田润叶惊得愣在原地，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平时懦弱的孙少安竟然这么有男人味。少安哥，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，这可是50块钱，你怎么搞定？如果你真不想我嫁给王德发，那咱们私奔吧。怪不得上一世润叶带着我离开了这里，原来是因为这件事。傻丫头，脑子里想些什么呢？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吗？可是别怕，我会正大光明的把你娶回家，相信我。为了替田润叶还钱，孙少安一早便来到县里找到高建设。高科长，我弄了头大野猪，刚断亲没多久，肥膘特别厚，还有2张上好的狼皮和一些狼肉，您看能不能收？野猪、狼皮要，当然要，尤其是狼皮，这玩意儿可比野猪肉稀罕多了。货在哪儿呢？东西我没敢往城里带，太扎眼。我哥在城外一个稳妥地方了。高科长要是看得上，咱们找个地方您验验货。小兄弟办事稳妥，是该这样。我们厂后院清静，平时没人去，咱们在那儿交易。行，1个小时后，咱们轧钢厂后头空地见。高科长，验验货吧。这毛色，这厚度，做个狼皮褥子或者大衣里子，冬天再冷也不怕了。这标少说2指厚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。小兄弟，好本事啊！老陈，过来搭把手，粗略估估分量。250斤，高高的。小兄弟，这货没得说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野猪肉1块5一斤，狼皮我给你算30块一张，狼肉粗糙点，算你8毛一斤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价格比黑市高了不少，看来这个高建设还可以。成，就按高科长说的办。就这样，两人敲定了价格。高建设拿着大秤称好了斤数，最后2头野猪加上4只狼，一共1000斤，总共卖了1205块。小兄弟，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，你跟我回办公室领钱。高科长，野猪、狼肉这些是常货，我手里还有点更稀罕的，不知道你这边或者你认识的人里头有没有路子吃得下？我操！这是虎肉，你打到了老虎，虎皮完整，虎骨齐全，这玩意儿可是千金难求。小兄弟，你去我办公室等着，我帮你找个绝对稳妥，出价也绝对让你满意的买主。行，麻烦高科长了。高建设拉着孙少安回到轧钢厂，孙少安在办公室等着，而高建设则去联系买家。1个小时后，高建设兴高采烈地来到办公室。小兄弟，天大的好消息，你那个宝贝我找到买主了，虎皮1500块，虎肉虎骨给2300块。饶是孙少安早有心理准备，知道老虎价值不菲，但听到这个数字后，心脏还是猛地一跳。小兄弟，这是你的货款，一共1205，另外这1000块是老虎的定金，剩下的等验完货，老板当场结清。
怎么验货？在哪里验？地点定在临县一个废弃工厂，时间定在3天后。你放心，我拿身家性命担保，绝对出不了岔子。对方要的是货，不是麻烦。好，那3天后咱们临县碰面。对了，能不能帮我换点种子？粮食的、蔬菜的、瓜果的、药材的，只要是种子我都要，数量越多越好。这年头粮食金贵，种子更是被严格管控，尤其是良种更是难以弄到。不过如果是杂七杂八的，我想办法应该能给你凑一些，数量不敢保证太多，但种类可以尽量多。那麻烦你了，一会儿还要去润叶家，总不能空手去，我得去供销社买点东西，顺带着看看有没有什么种子。而此时田润叶家正被王德发逼迫。润叶啊，当初你急用钱给婶子看病，我王德发二话不说就掏了50块，这都1个月了，该还钱了吧？德发哥，我妈还在吃药，你再宽限几天，我肯定还你。还？你拿啥还？你们家病的病，小的小，就指望你挣点工分，啥时候能还得上？我这钱可是急等着娶媳妇用的。要不你跟了我，这钱不仅不用还，我还给婶子抓药。王德发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装什么清高啊！村东头的李寡妇叫我20块，都知道用什么抵。你这50块，我得多抵几次啊？滚开！你这个流氓！你放开我姐姐！去你丫的！小山，你没事吧？给脸不要脸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今天不把钱拿出来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得给我走。王德发，你喵的找死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孙家不受宠的儿子。怎么着，想英雄救美吗？有能耐，先把这娘们欠我的钱还了再说。欠你多少？50，拿不出来就给老子滚蛋！看着没，这是欠条，白纸黑字。今天我不仅要带他走，还要让他心甘情愿伺候我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没钱。哼，区区50，我还以为欠你5万呢。钱还给你，这一巴掌是替润叶讨的利息。你敢打我？你个穷小子也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欠了债还钱就是，你却打他的主意，再碰他一下，我让你知道是我拳头硬还是你骨头硬。行，你们行，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少安哥，谢谢你，这钱我会尽快还你的。我昨天跟你说了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哎，婶子身体不好，快进屋去吧。孙少安一进屋就闻到了浓郁的药味和陈年霉味。少安哥，你这是？带了一点粮食，还有肉，你们留着吃。不行不行，你刚才替我还了50块钱，我们怎么还能要你的东西？婶子啊，这些东西是我在山里弄到的，我自己够吃，这些是给你们的。那也不行，你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你刚分出来，难处比我们还大，这些东西你拿回去自己补补身子。婶子，您别推辞了，以前润叶没少帮我，现在我有点能力，该我还这份情。还有这个，是我在山里一处泉眼打的水，听老辈人说，那泉水对久咳肺痨有好处，我装了一罐，您试试，看喝了能不能舒服点。田润叶娘病了这么多年，什么偏方草药没试过，可看着孙少安那认真的眼神，心还是莫名的动了一下。孩子，你有心了，婶子谢谢你了。胸口好像没那么闷了，这水真有点用。有用就好，这罐水留着，每天喝1碗，别多喝。泉眼就在山里，喝完了我再去打。这怎么好？再麻烦你。不麻烦，粮食和肉你们收好，白面给婶子和小山做点细软的吃食，玉米面掺着吃，肉别省，该吃就吃，身体要紧。还有你给我的这个，拿着吧，我现在真不缺吃的。少安哥，我先走了，有事就去山脚那边找我。姐，少安哥给的肉真香，我们能吃吗？能吃。娘，小山，今天我们也吃肉，吃白面。从田润叶家回到山洞，孙少安正准备做一顿丰盛的午饭，没想到被蹲在山洞外的孙有福看了个正着。好你个孙少安，本来想过来看你过得有多惨，没想到你竟然有肉吃。你一个病秧子也配吃肉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家告诉爸妈，过来抢点东西。爸妈，孙少安家里好多肉。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有好吃的不知道孝敬爹娘，真是白养他20年。有福，你带路，咱们去把东西抢过来。爸妈，咱们已经断亲了，这么直接过去，他肯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，不如多找几个亲戚壮壮声势。随即孙老栓叫上自己的2个兄弟，气势汹汹地向着孙少安的山洞赶来。你个杀千刀的白眼狼，弄的好东西不知道孝敬长辈，自己吃独食，不怕天打雷劈。我跟你们白纸黑字的断亲文书都立了，现在我吃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？只
只要你身上还流着老孙家的血，你就欠我们的。你就这么对待生你养你的爹娘？生我养我，哼！你们住正屋吃白面，我捡个你们吃剩的窝窝头就被你们打断了肋骨，这叫生我养我？把发烧的我扔在柴房，活活饿死冻死，这叫生我养我？那是爹娘管教你，谁家孩子不挨打挨骂？就你金贵，现在翅膀硬了，敢跟家里呲牙了。我告诉你，赶紧把这几天弄到的好东西都拿出来孝敬我们，不然今天没完。哼，我的东西就算是喂狗都不给你们，现在立刻离开，我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再逼逼赖赖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孙少安，今天爸妈都在，东西给不给不是你说的算的。说完，孙有福便准备上前去拿地上的食物。说不过就准备硬抢是吗？谁敢再上前一步，小心我打断你们的腿！你个小畜生，竟然打你哥，我跟你拼了！呀！你敢忤逆你妈？大哥二哥，跟我上！可是孙少安不让咱们上啊！他不让你上，你就不上了吗？咱们三个优势在咱，还怕他不成？当然怕啊！万一他真给我们腿打断怎么办？打断了再说，药费我包了，都给我上！我错了，你别打我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哥！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山洞里只有孙少安还站立着。要不要抢我的东西了？以前的事儿我不再追究，但从今往后，谁再敢来我这里撒野，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现在从我的视线里滚出去！众人如遭大赦，相互搀扶着，连滚带爬地向外走去。解决完孙老栓一家的事情，孙少安第一时间进入空间。他运用空间能力，将供销社买的种子按照种类分别种到了黑土地里。随后意念引动，一股灵泉水从池中升起，均匀地洒落在黑土地上。眨眼间，土里就拱出了一片绿苗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长大。这么快就长大了，这灵泉可以啊！不知道高建设那边收不收这些瓜果蔬菜？上次还答应了高建设那边帮他弄点好货，那就再进山找点大货。孙少安出了空间，朝着黑瞎子岭走去。路上大货没见到，倒是看见2只野鸡。再往里走，竟又发现了2只山跳子。我最喜欢吃麻辣兔头了。走着走着，孙少安看到前方有一棵大树，枯树被挖了一个大大的树洞。这里面肯定是冬眠的狗熊，只是不知道是黑熊还是棕熊。不管是啥，打了再说。孙少安知道自己已经重伤了这头黑熊，便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举枪瞄准。孙少安确定安全后，便走了过去，将黑熊收进空间，随后用意念将黑熊分解处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孙少安今天的运气也是好极了，回村的路上竟然碰到了一个野猪群。我靠，这大货不就来了吗？他找到掩体，蹲下瞄准。4头大野猪倒地，其余野猪四散而逃。而他这次上山打猎也圆满结束。等他回到山洞门口，却见孙有福正在给他装大门。下午才打完你，这又来搞事儿吗？少安，你回来了。爹说你这没个门，东西丢了都不知道谁拿的，让我过来给你安个门。你看这门也安了，之前的事儿就算了吧，都是一家人。哼，一家人断亲文书上按的手印，忘了？那不是一时气话吗？血缘关系哪能说断就断？爹娘养你那么大，一点不知道孝敬，自己吃香喝辣。早知道你这么白眼狼，当初还不如。门装完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刚才说不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胡说的。天黑了，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。我再问一遍，你刚才说早知道我这么白眼狼，当初还不如什么？把话说完。你放开我，我说了没什么。孙少安，你敢再打我，我告诉爹娘，告诉大队长。告诉谁都没用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走不了。我说还不行吗？是爹喝醉了说的。他说你是他当年从后山沟里捡回来的野种，根本就不是我们老孙家的种。要不是看你能干活，早把你扔了。孙少安从原主记忆中想起一些片段，从小到大的区别对待，无缘无故的打骂，四处漏风的柴房。此刻他没有悲伤，没有愤怒，只有恍然大悟的荒谬感。证据呢？证据我不知道，但爹喝多了，说有东西为证，但藏得严实，不让人看。捡回来的，原来如此。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爹娘，大伯可能他们也知道。滚吧！孙有福如遭大赦，头也不回地朝着村子方向跑去。原本以为孙家只是偏心，没想到我竟然是被捡的。那么孙老栓捡到我时，我身上有没有留下什么身世的线索？孙少安等到夜深，悄无声息地向着孙家走去。他决定今夜把一切都弄个明白。孙少安来到院子，直接用空间之力覆盖孙老栓全家，找到了那份身份证明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返回山洞。
此子生于1949年10月1日，襁褓中有此银所及大洋5块。1950年腊月初7，落款孙老栓。如果这信是真的，那我就是在那个庚子年的腊月初7，被孙老栓从黑匣子岭东边的老鹰崖下捡回来的。5块大洋，一个银长命锁，这绝对不是普通人家能随便丢弃孩子的配置啊！看来是出了什么变故，或者有不得已的苦衷。紧接着，孙少安将东西收进空间，然后利用空间之力将老虎皮、肉、骨分解，并用3个包裹分别包了起来。很快到了跟高建设约定的时间，孙少安悄无声息地离开山洞，朝着林县的方向疾行。不到2个小时，便已抵达林县县城边缘，按照地址找到了约定好的废弃厂区。小兄弟，你可来了，这位是贺爷。贺爷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位小兄弟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验货。小兄弟放心，贺爷是讲规矩的人，绝对安全。这是虎皮，贺爷您看看。东西不错，比小高说的还要好，确实难得。小高，给钱。小兄弟，这是剩下的尾款，你点点。贺爷爽快，1分不少。合作愉快，小兄弟。以后手里若再有这种稀罕硬货，可以直接来找我，提贺老三就行。贺爷，高科长牵线的情分我记着，以后有好东西，我还是得先跟高科长说。行吧，小高，送这位小兄弟出去，后面的事你知道怎么处理。交易完成，高建设一路送孙少安到了厂区边缘，这才停下脚步。小兄弟，你这下可发了，贺爷很满意，这条线你算是搭上了。这还得多谢高科长。对了，我手里有一批土豆和红薯，个头大，品相好，大概有1000多斤。这东西你们厂里需要吗？当然要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不过价格可能比黑市低一点。那行，我明天送到你轧钢厂，1500斤，只多不少。好，我一定安排妥当。事情谈妥，孙少安没有立刻返回，而是在偏僻处绕了几圈，确认无人跟踪后，才返回山洞。一觉睡到天亮，孙少安按约定准备了1500斤左右的土豆和红薯，又额外装了100斤玉米面和几十斤蔬菜，用麻袋分装好。随后熟门熟路来到轧钢厂，找到高建设。高科长，东西都带来了，按约定1500斤土豆红薯，只多不少。另外那些是玉米面和一点新鲜蔬菜，算是搭头。也是感谢高科长帮忙弄种子。哟呵，小兄弟，你这个顶个的硬货都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山里有些老辈人留下的自留地，土好，伺候的也精心，今年收成不错。这样吧，土豆、红薯、玉米面、细粮按黑市价1块1，蔬菜算你8毛1斤，总共368块4毛，我给你凑个整370块。全靠高科长帮忙，要不然这么多东西我都没地方卖。都是自家兄弟，客气啥？小兄弟，你弄来的东西，无论是山货还是粮食，品质都没得说。我们厂子大，需求也大，计划外的缺口一直不小。我想着，不如你干脆来我们厂当采购员。当然，刚进来我也只能给你弄个临时工。有了这个身份，你以后来往厂区运送东西就方便多了。那我有工资拿吗？那必须的，虽然不享受正式工的福利分房、退休待遇，但每个月都有18块5的基本工资和补贴。那我需要每天来厂里点卯上班吗？当然不需要了，你只要每个月能完成一定的采购任务就行，时间自由，行动方便，工资照发。采购来的东西，厂里按溢价收购，价格上绝对亏待不了你。这合适吗？我就是个乡下小子，没念过什么书，怕干不好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说行你就行。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，跟着我干，亏待不了你。这样，你现在跟我去办公室，咱们马上办手续。高建设带着孙少安来到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包裹，递给了孙少安。外面人多眼杂，有些东西不好拿出来，你打开看看。嚯，竟然是种子！小麦、水稻、玉米、黄瓜、西红柿，这里起码有几十种。高科长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这些可是我费了不少功夫，跑了好几个地方才给你找来的种子，虽然不多，但都是能发芽的好种子。你上次送的那些玉米面和蔬菜品质那么好，这批种子就当是回礼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有啥不好意思的，小兄弟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想在种植上下点功夫。要是以后你那里产出多了，别忘了老哥我就行。高科长放心，我记在心里，以后真有好产出，第一个找你。随后，高建设便帮孙少安办理了临时工手续，并给了他一个工作证件。收好了，以后凭这个来送货，可以直接走正门。另外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高科长，您说。不知道你能不能弄到一个熊掌？
他怎么知道我打过熊？不过还是得装一下抬抬价。黑熊可不好弄，比野猪凶猛得多，而且现在深山熊瞎子也不多见，就算是遇到，我一个人恐怕也很难拿下。我知道不好弄，所以才找你想办法。老哥，我看得出来你不是一般人。实话跟你说，这是一个大人物私下托办的，价钱你别担心，都不是事儿。关键是这份人情比钱可贵重多了。高大哥，你也知道，熊比野猪更难对付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出事。现在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弄到，我只能说尽力而为。有这个心就行，我相信你的运气和本事。两人又闲聊几句采购细节，随后孙少安便拎着种子离开了。跟高建设谈完事后，孙少安没有像往常一样返回山洞，而是进山打猎。既然空间可以用来种植，那能不能收取活物呢？若是可以，我空间里的蔬菜、粮食、肉食就能自给自足了。孙少安在山里搜索半天，终于发现了一只落单的野兔。收！无论孙少安用什么姿势，空间都没有任何反应。难道是距离太远了？随即孙少安缓慢向着野兔靠近，在大概3米的位置停了下来。收！成功了，过程比想象中顺利，看来想收进空间必须得靠近到3米内。随即孙少安心念一动，立刻来到了林田空间。兔子看起来没问题，这下可以试试抓点别的。不过3米内活捉野猪风险还是太高了，暂时是不用想了。回到山洞时，天已经亮了。孙少安正想补个觉，门外却传来了敲门声。队长，这么早？过来跟你说个事儿，之前你刚分出来，队里也没催你上工，现在看你这里也弄得差不多了，从明天开始你就跟队里一起出工吧，该挣的工分还得挣，不然你吃啥？谢谢队长关心，不过我在县城找了份工作，就不上工了。工作？这是轧钢厂采购员，昨天刚办的手续，轧钢厂采购科科长高建设介绍的。轧钢厂的工作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，你小子怎么弄到的？可能是运气吧，高科长看我可怜，又觉得我人老实，就给了我这么个机会。好好干，别给咱们村丢人。对了，队长，有点事想请您帮个忙。说吧，啥事？我现在是独立门户了，我就想着能不能跟队里申请一下，把山脚这块荒地连带这个山洞划给我当宅基地，我也好建个房子。按理说成年独立户是可以申请宅基地的，况且山脚这片地是荒地，不在耕地规则内，划出去问题不大。可是那山洞属于山体，不属于宅基地范围，若是划给你，以后恐怕有纠纷。队长，你就说应该怎么办吧。这样吧，山脚这块荒地可以同意划给你当宅基地，但是有几个条件。队长，你说。第一，山洞你可以继续使用，但使用权仅限于你个人。如果以后你不在这里住了，或者村里有其他规划，你得配合。第二，宅基地虽然批了，但盖房子的材料、人工队里不负责，你自己想办法。队长，这条件我都答应。行，我抽时间给你把手续办了。王铁柱走后，孙少安成为轧钢厂工人的事情传遍了全村。孙老栓一家得知消息后，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。你们到这儿来有事吗？孙少安，你个丧良心的，说是不是你偷了家里的钱？你这个小畜生，我是你娘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还要挑日子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和你们家已经没关系了？你再敢胡说八道一句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哟，当了轧钢厂干部就是不一样了，说话都文绉绉的了，还心狠手辣，你装什么装？我问你，前几天晚上家里遭贼了，钱全不见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有证据吗？要什么证据？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不然你哪来的门路进轧钢厂？肯定是用偷来的钱走的关系。你们家的钱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会惦记。我进轧钢厂是靠自己的本事和门路，跟你们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爹藏钱的地方？就是你偷的。当家的，你说话啊！孙老栓张了张嘴，却没能说出指控的话。不知为什么，面对这个从小打骂到大的养子，竟然有些发怵。没证据的事，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，再敢污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行，就算钱的事说不清，那工作的事儿总得说清吧？你看你一个刚断亲的小子，无依无靠的，在厂里容易被人欺负。你把工作让给我，我是你大哥，见识比你广，在厂里肯定混得开。只要你答应，断亲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，怎么样？对，有福说得对，你是弟弟，让着哥哥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你还年轻，工作还能再找吗？哼，让工作？凭什么？关于我身世的问题，你们心里应该最清楚。你们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别厚着脸皮再来找我。你们要是再无理取闹，后果自负。你还不快滚！孙有福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孙老栓一把拉住。回去吧。孙有福不甘心地回头瞪了孙少安一眼，终究没敢再放狠话。一群人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很快消失在山路尽头。
这件事估计还没完，以孙家人的德行，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放过他们了，就当报答养育之恩。他们再敢来闹事，我的空间也不是吃素的。孙少安又进了黑匣子里，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往东北方向深入的小径，那边有个叫野猪沟的山谷，是大型动物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。孙少安边走边观察，同时也在留意其他猎物的痕迹。现在空间有了新功能，可以尝试活捉一些小型动物，为未来的养殖做准备。大约走了2个小时，孙少安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空地，这里阳光充足，又长着茂密的灌木丛，是小动物喜欢觅食的地方，应该能有收获。孙少安蹲下身，仔细观察地面，果然，灌木丛根部有新鲜的动物粪便，看样子应该是兔子。孙少安却并没有急着设陷阱，而是藏在一边观察着灌木丛。大约20分钟后，一只灰褐色的野兔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。来了，不能急，兔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，后面准还有。果然，几分钟后，第2只、第3只野兔陆续从不同方向的灌木中钻了出来。那只兔子应该是怀孕了，如果能把它活捉进空间，以兔子的繁殖速度，不出1个月，我这空间里不得兔子满山跑。按耐住激动，孙少安缓慢爬向兔子，到3米半的距离停了下来。收。空间里的动物养殖可以真正起步了。随后，孙少安继续向着山林深处走去，在穿过一片树林后，面前出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竟有3只野猪在这喝水。好家伙，3头成年野猪！孙少安拿着枪，连忙躲到旁边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，准备慢慢靠近，将它们收进空间。就在这时，一头野猪忽然瞄向了他藏身的方向。不好，被发现了！孙少安也顾不得抓活的，只能连忙开枪，将3只野猪全部击毙。当他准备将野猪收进空间时，发现有一只野猪腹部高高隆起。难道这头野猪怀孕了？孙少安蹲下身，伸出手，轻轻按在母猪隆起的腹部，手掌下传来了极其微弱的蠕动感，一下又一下，间隔很长，但顽强的存在着。果然怀孕了，幸好刚刚没打到它的腹部，小猪仔还活着。孙少安立马从空间取出一个剥皮刀，将小猪仔从母猪肚子里救了出来。太好了，居然有7只，真是想杀来杀。不过能不能活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孙少安将野猪跟猪仔一起收进了空间，又给小猪仔们喂了些灵泉水。眨眼间，小猪仔们就恢复过来，并且开始生长。还真有用，现在有了兔子，又有了野猪仔，未来就有稳定的肉类来源了。不过也不能让他们随处跑，看来还得弄个围栏。孙少安在空间边缘选了一块空地，用意念操控，很快垒起了一个简易的土石围栏，又在围栏里铺上厚厚一层干草，这才将7只小猪仔小心翼翼地转移进新家。好了，这里就是你们以后的家了。出了空间，孙少安向着家里走去，路过小溪时，差点踩坏一窝野鸭蛋。这母鸭心可真大，竟然把蛋下在路边。对了，要是把野鸭蛋放进灵泉，说不定还能孵出野鸭呢。孙少安将野鸭蛋收入空间，继续向家赶去。只是刚到山洞，就看到田润叶站在门口。润叶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家里有事，还是又有人欺负你了？少安哥，我听村里人说你进轧钢厂当工人了，是真的吗？是采购员，不过只是临时工而已。那恭喜少安哥了，临时工也是工人啊。你现在是工人了，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。我就是个乡下丫头，没文化，家里穷，娘病着，弟弟还小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是我自己腌的咸菜，娘说你一个人住，可能没什么下饭的，就让我给你送点来。不值什么钱，你别嫌弃。你是乡下丫头，我也是从农村出去的，我从来没觉得你配不上我，相反，我觉得你很好，比很多城里姑娘都好。真的吗？你勤劳、善良、孝顺、有担当，这些品质比什么身份、工作都重要。少安哥，你……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没有吓到，就是太突然了。少安哥，你真的不嫌弃我吗？不嫌弃，永远不会。那我改天再来看你。想起田润叶那张羞红的小脸，孙少安觉得口干舌燥，一时间没有了睡意，索性进了林田空间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产出，我就能在这个时代站稳脚跟，就有能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孙少安目光一凝，意念扫过之处，成片的作物整齐倒下，谷粒、果实自动脱离，分类堆积。不过片刻，小麦、水稻、高粱等就收获了接近1000斤，其他的蔬菜水果也收获颇丰。上次高建设给的种子，现在正好种上。好像是刚破壳的鸭子叫声。孙少安循着声音瞧去，果然看到一窝刚孵化的野鸭蛋。真的孵出来了，看来灵泉水真的能大大缩短孵化过程，得给他们弄个新家。孙少安用意念挖出一个浅坑，里面灌上灵泉水，又用干草和树枝搭了个简易的鸭棚，将几只小野鸭转移到新家。野兔、野猪仔、野鸭，
空间的动物家族越来越壮大了。假以时日，这里将形成一个微型的生态循环系统，实现真正的自给自足。孙少安在空间里忙碌了一番，消耗了不少精力，出来后就躺床上睡着了。次日天亮，他简单的吃了顿早饭，便准备去山里再碰碰运气。可没想到刚走了不远，就被几个妇女拦下了。哟，这不是孙少安吗？这是要进山啊！王婶、李婶，各位婶子，我进山转转。转转好，转转好。听说你进轧钢厂当工人了，真的假的？就是个临时工，主要在外面跑，给厂里弄点山货什么的，工资不多，刚够糊口。哎呦，还谦虚呢，临时工也是工人，比咱们种地的强多了，以后就是城里人了。就是，少安啊，你都19了吧？该说媳妇了。我家有个远房侄女，今年18，模样周正，干活利索。围在孙少安身边的妇女通通开始说媒拉纤，这种热情弄得孙少安哭笑不得。婶子们，我还年轻，不着急。怎么不着急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老大都2岁了。就是你的宅基地不是已经批了吗？如今你有工作，盖几间房又不是什么难事，正好结婚的时候用。少安哥，你现在有相中的姑娘吗？哎呦，小草这是看上眼了。张小草家很困难，估计是把我当个能靠上的人了。可我已经有润叶了，我现在刚立住脚，工作也刚起步，想把日子过稳了再考虑这些。那少安哥你先忙。对，日子过稳了，好姑娘有的是。婶子们，你们忙，我得进山了。孙少安刚来到山里，突然感觉自己被人跟踪了。唉，张小草，你怎么还跟着我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想多挖点野菜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回去。让他们说去，我这一辈子只想保护你，不会在意那些闲言碎语。孙少安在家吗？是孙老栓的侄子孙有路，身后还跟着几个二流子，来者不善。哟，我说怎么不开门呢？原来金屋藏娇啊！孙少安，你小子可以啊，刚进厂子就学会玩女人了啊！孙有路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大早上的，孤男寡女关着门，谁知道在干什么？孙少安，你现在是工人了，要注意影响啊！乱搞男女关系可是要挨批评的。就是，孙少安，你这才当几天工人就学坏了。田润叶这丫头平时看着老实，没想到这么开放。要不要我们去叫大队长来看看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也没啥大事，就是听说你最近发财了，又是卖山货，又是进厂子的，手里肯定宽裕。这不，哥几个最近手头紧，想跟你借点粮食应急。哼，这种套路我见多了，纯就是肉包子打狗。这年头粮食多金贵，我自己还不够吃呢，哪有多余的借给你？孙少安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那个工作怎么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一个刚断亲的小子，要钱没钱，要关系没关系，凭什么就能进轧钢厂？指不定是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换来的。要是我去举报一下，你还能干得成吗？废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！我这里没有粮食借给你们。至于我的工作，有本事你们就去举报，看看到底谁有问题。今天这粮食你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，不然我就去公社举报你乱搞男女关系。到时候男的丢了工作，女的嫁不了人。从你们羞辱润叶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想揍你了！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还敢明目张胆来我这里借粮？还有谁想借粮食？孙少安的话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冰碴子砸在地上，没人敢应声。一群废物，都给我滚！等等，把他拖走！孙少安能感觉到怀里女孩身体的颤抖，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怒火和心疼。这个时代，一句乱搞男女关系就能毁掉一个姑娘的名声和未来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少安哥，我不怕他们说闲话，我就是生气。他们要举报就举报，我跟你一起担着。孙少安看着这个平时害羞胆小的姑娘，此刻眼神里却有一种豁出去的勇敢。我绝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。孙少安知道，有些事才刚刚开始，孙有路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。今天的冲突只是开始，要想保护田润叶，就要心狠手辣。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今天别出来了，在家里陪陪你娘。可是少安哥，他们会不会去举报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最后，田润叶一步三回头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山洞。孙有路那些人今天吃了亏，肯定会想办法报复。与其等着他们报复，不如我主动出击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孙少安直接摸到了孙有路家。哎呦，疼，你轻点儿。你忍一忍，不用力，揉不开。孙少安那个小王八蛋下手真狠啊！你说你没事去招惹他干什么？孙少安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认打认骂的孙老二了，人家现在是工人，还是能打到猎物的狠角色，你打得过吗？你懂个屁！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他孙少安算什么球？一个捡来的玩意儿，现在盗气到老子头上来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
哼，明天我就去公社举报，告他工作来路不正，未婚乱搞，道德败坏。到时候我看孙少安这个混蛋还能不能保得住这个工作。可是王铁柱那边，王铁柱怎么了？他还能包庇孙少安？哼，我多找几个人一起去举报，众口铄金，看他王铁柱怎么护。到时候田润叶那丫头，孙有路，你冥顽不灵，这就不能怪我了。行了，别整了，我去找二驴子耍会牌。少安哥，我真的就是想挖点野菜，我爹腿不好，娘身体也弱，家里就靠我想多挖点，换点钱。挖野菜去山坡那边就行，这里太深了，很危险，回去吧。少安哥，我就是想跟着你，我想跟你学本事，我也想有个出路。我没什么本事可教，我的路不适合你，赶紧回去，别再跟着了。少安哥，你别赶我走，我真的能吃苦，什么活都能干，我可以帮你挖野菜、采蘑菇、洗衣服、做饭。我知道你一个人住不方便，我可以经常去帮你。张小草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要走的路不适合你，更何况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以后也别再来找我。少安哥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不是讨厌，是没兴趣。我有我的事要忙，没空应付这些，请你离开，别耽误我做事。早点了断，对彼此都是一种尊重。张小草离开后，孙少安朝着山的深处走去，一路上收获了一只狐狸和一只野鸡，还遇见了2棵苹果树。正当孙少安准备下山时，却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叫声。我去，3只小狼！如果把它们收进空间，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狼群。虽然管理起来很麻烦，但是狼的忠诚度高，一旦驯服，就是极好的伙伴和护卫。算了，先带回去吧。孙少安看着渐晚的天色，决定下山去找高建设卖物资。他进到空间，将产出的蔬菜跟粮食装了好几麻袋，随后便向着县城赶去。来到轧钢厂，这次孙少安没有去后门，而是直接走的正门。同志，你找谁？采购科的孙少安，我找高科长。门卫接过工作证，仔细看了看，又抬头打量了一下孙少安，脸上露出恍然的表情。你就是那个新来的采购员同志啊？我听高科长提过，高科长应该在仓库，在厂区最里面，你进去吧。孙少安道了声谢，直接向着仓库走去。小兄弟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有点物资想送过来，量比较大，想要跟你借个板车用用。什么货？有多少？3头野猪，2只活兔，还有蔬菜和粮食，加起来700-800斤。这么多，小兄弟，你这效率也太高了。我跟你一起去，这么多货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不用麻烦高科长，我自己就行。随后，孙少安推着板车离开了，没过多久便推着一堆物资回来了。我的天，这大白菜这么水嫩，这野猪肉膘这么厚，小兄弟，你这条线我可真是捡到宝了。以后有什么好货，尽管送来，价钱上好说。高科长您抬举我了，这批货您既然觉得成，往后咱们就算接上头了。来，咱们过秤。2人一阵忙活，终于把一堆东西过完了秤，总共1645块。小兄弟，你点点，另外照例给你搭些票证。对了，高科长，我这还有点别的东西，你看看厂里或者其他人需不需要。高建设打开布包，露出一把红枣和几个红彤彤的苹果。苹果、枣，这季节哪来这么新鲜的？山里找到的野果树，结了点果子，数量不多，但品质还行。好，我明天就拿给几位领导看看，这品相肯定抢手。对了，那熊掌还在留意，有消息通知你。揣着一堆钱票的孙少安随后回到了山洞，躺在床上看着空间里的繁荣景象，沉入梦乡。天刚蒙蒙亮，田润叶便挎着篮子来到孙少安的山洞。润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娘让我谢谢你，那药全她还在喝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现在已经能自己做饭了，所以让我过来给你送早饭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外面凉，你别在外面站着了，快进来吧。少安哥，我听说昨天张小草她……没事，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以后他不会再来找我。再说了，我心里只有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可是村里人会说闲话。收。接下来，凡是白天跟着去闹事的小跟班都被孙少安翻了墙，那些二流子孙少安全都认识。此时他们要么在睡觉，要么在喝酒，要么在吹牛，没有一个反应过来。不到1个小时，几人全部被制服，收进灵泉空间。随后，孙少安将他们带到了黑瞎子岭深处，将几人放了出来。今日若是不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，我和润叶怕是不会有安生日子。随后，孙少安从空间取出腥臭的猪内脏，放到了几人的身上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等你们醒了，就知道什么叫重新做人了。如果孙老栓那家人识相，这件事便到此为止。但如果他们还敢来，
等孙少安回到山洞，天都已经亮了。虽然一夜没睡，但孙少安却没有丝毫疲惫。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还是先去队长家，请他帮忙找几个工人。孙少安从空间切了点野猪肉，又拿了点蔬菜，便向着王铁柱家走去。只是刚走到村口，就被人拦了下来。哟，少安，又是肉又是菜的，这是去哪啊？孙少安认识他，此人叫孙大壮，平时跟孙有才走得近。昨天闹事的时候，他没在场。去哪儿关你什么事？哟，现在当了工人就是不一样了，说话都硬气了。不过孙有路他们几个昨晚突然不见了，你说他们不会是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了吧？孙有路不见了，你该去问他家里人，或者去报告大队长。拦着我干什么？哈哈，我就是问问，毕竟昨天他们刚在你那儿闹过一场。他们又不是3岁孩子，有腿有脚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倒是你，孙大壮，你这么关心孙有路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是问问。孙有路他们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该查就查，该找就找。不过要是有人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呀，我就是问问你，你这么激动干啥？走了，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。少安啊，你是个有福气的，进了厂子以后就是工人了。三爷爷只是个临时工，临时工也是工人，吃商品粮，按月领工资，比咱们种地的强。好好干，给咱们村争光。放心，我会的。善安，我跟你说句好心窝子的话，村里现在说什么的都有，有人说是你，三爷爷不信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。不过人言可畏啊，你刚有点出息，就有人眼红，想往你身上泼脏水，你得小心，做事要周全，别给人留下画饼。我明白，三爷爷，我做事有分寸，您老就放心吧。我现在正准备盖房子，等盖好了接你过去住几天。盖房子好啊，在哪盖？就在山脚，我那山洞旁边。今天想去找队长帮我想办法找几个工人，再买点建房材料啥的。好，盖房子是大事，得好好弄。有啥需要帮忙的，跟三爷爷说。谢谢三爷爷。又和三爷爷聊了一会，孙少安才前往大队长王铁柱家。王婶，我给王队长带了点东西，肉是我采购的时候专门留的野猪肉，你收着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东西？你王叔不在家，去公社开会了。那我放这儿，等王叔回来你跟他说一声，我想麻烦大队帮忙买点盖房的材料，另外再帮我找点工人干活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等你叔回来我跟他说。对了，少安，孙有路他们那事，你王叔早上走的时候跟我说了，村里的闲话让你别往心里去。孙有路那几个人平时就不干正事，说不定是得罪了什么人，或者自己跑出去干坏事了。谢谢王婶，也谢谢王叔，我明白。明白就好，好好干，别辜负你王叔的一片心。孙少安回到山洞，便开始规划盖房子方案，正画着图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。孙少安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出来。进来吧。这逆子今天怎么没骂我？孙少安，我们不急，既然来了，咱们就把话说清楚，一次说清，以后谁也别找谁。说清楚？说什么？孙少安，我问你，孙有路他们是不是你害的？我害的，证据呢？要什么证据？昨天他们刚从你这儿回去，今天就失踪了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孙有路他爹已经去公社报案了，你别以为你当个工人就了不起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哼，谁说孙有路死了？你们看见尸体了？没看见尸体就说我杀人，你们这是污蔑，是诽谤，我可以去告你们。孙少安，你少来这套！昨天他们从你这儿回去，今天就没了影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你们怎么样？是像上次那样被我打得满地找牙？孙少安，咱们好歹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得这么僵。哼，孙老栓，我问你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你胡说什么？孙有福说我是你从山沟里捡来的，你藏着的那个包裹是不是跟我的身世有关？孙老栓刚想否认，但看着孙少安那双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，他知道瞒不住了。他藏了19年的秘密，今天终于要被揭开了。你是我从黑瞎子岭东边的老鹰崖下捡回来的。当时你身上有个长命锁，还有5块大洋，但那又怎样？我养了你19年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没有我，你早就冻死、饿死在山沟里了。呵呵，养我？让我睡柴房，吃剩饭，干最重的活，挨最毒的打，这就是养我？孙老栓，你养条狗都比对我好。你行了，这些事情早在跟你们断亲那天就结束了，还是说正事吧。你们今天来到底想干什么？孙少安，你现在是工人了，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不能忘恩负义，以后
你每个月工资得交一半给家里，算是补偿我们这些年的养育之恩。或者你也可以把工作让给你大哥。你得把工作让给我，我是你大哥，这工作本来就该是我的。对，你一个捡来的野种，有什么资格当工人？把工作让出来，我们还能当你是家里人，不然怎么样？不然我们就去举报你，举报你工作来路不正，举报你跟田润叶乱搞。哼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前面说的那么好听，不还是想抢我的工作吗？工作我不会让，钱我1分不会给。孙有路的事跟我没关系。至于举报，你们可以去试试，看看是我先倒霉，还是你们先消失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再来惹我，就教你们重新做人。滚！孙老栓看着他那双冰冷的眼睛，终于意识到，眼前这个人早已不是那个任打任骂的孙老二了。是时候了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孙少安等到夜幕降临，来到了孙老栓家。爹，咱们就这么算了？不算了，还能怎么办？你没看见他那眼神吗？吓死个人！咱们明天就去公社举报他，告他乱搞男女关系，告他杀人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对，去举报他，还有田润叶一起告。好，那咱们明天一早就去，多叫几个人一起去，众口铄金，看他怎么抵赖，再把孙有路那几个人消失的事情都推到这小畜生身上去。我真的已经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了，可惜呀！孙少安深深地看了一眼空屋，想起了那个任劳任怨的倒霉蛋。兄弟，不知这结果你可满意？孙少安按照处理孙有路的方法，彻底解决了孙家人的纠缠，随即沿着山路往下走。只是走到一棵枯死老树跟前，他停下了脚步。这是灵芝，看着大小、色泽、纹理，至少是100年野生灵芝。有了这样的收获，孙少安对这片深山更加期待，随即向着深处走去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在一处陡峭的悬崖前，孙少安发现了一片奇特的植物群落。这是铁皮石斛吧？我去，这可是传说中的神仙草，滋阴补虚的顶级药材。看这年份，至少10几年以上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先是100年灵芝，现在又是野生铁皮石斛。孙少安从空间里取出绳索，找了棵结实的大树牢牢固定，随后顺着崖壁向下滑去，1米、2米、5米、10米，终于他滑到了石斛生长的位置。成功了！孙少安开始小心翼翼采摘铁皮石斛，全部收进空间后，这才顺着绳索爬了上来。这次的收获简直远超预期，该回去了。明天去找高建设，让他帮忙搞点水泥。回到山洞，孙少安倒头就睡，忙活一晚上，哪怕是被灵泉改造过的身体也有些吃不消。第二天一早，孙少安就来到轧钢厂找高建设。高科长，这次有1袋玉米、1袋小麦、1筐新鲜蔬果，还有4张狼皮。粮食、蔬菜老价钱，水果嘛，给你高价，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行，对了，你让我弄的东西弄到了？是熊吗？1整只，个头不小，净肉估摸着有600-700斤。我去，我就知道你小子有本事。你这小身板怎么弄的？没受伤吧？是我运气好，上山路上正好碰到熊跟狼群打架，2败俱伤，我捡了个便宜。运气也是本事。这样吧，1整只我给你4000，怎么样？高科长爽快，那我也不墨迹。不过肉跟骨头这些，我自己留着有用。成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对了，高科长，我还有件事想麻烦您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我准备盖房子，就差砖瓦和水泥，村里弄不到这些，您看厂里有没有路子？砖瓦、水泥都是计划物资，不好弄。不过厂里最近有个旧仓库要拆，能出一批旧砖和瓦片。水泥吗？我倒是能想办法给你匀点，但量不多。旧砖也行，能砌墙就成。砖大概能有1-2万块，瓦片你需要多少就拉走多少，盖房子肯定够。至于水泥，先给你弄30袋，够不够？够了，谢谢高科长。谢啥？互相帮忙嘛。对了，你要盖房子，运输材料得用车吧？厂里有辆旧3轮车，前阵子坏了，修还能用。你要不要？要的。多少钱？我买。买啥买？那车放仓库也是吃灰，你拿去用，就当厂里给你配的工具。不过得自己修，厂里修理工最近忙，没空弄这个。行，我自己修。两人商量完后，开始过秤、记账、算钱。孙兄弟，钱收好，这自行车票你也拿着。3轮车是旧的，将来你要是想换新的，用得着。高建设这人虽然精明，但做事敞亮，不亏待人。高大哥，熊掌那些我明天晚上送来，合适吗？合适，到时候我在这等你。砖瓦、水泥和3轮车，我也明天给你准备好。当孙少安回到山洞时，发现大队长王铁柱正在安排人卸建筑材料。少安回来了，昨天听你婶子说你找我弄建筑材料，我早上过来看你没在家，就安排人先帮你卸了。
队长，那太感谢了，这钱我一会儿去大队部算。另外，我打算找咱们生产队的人帮我盖房子。招人没问题。对了，你想好盖什么样式的了吗？想好了，我画了一份图纸。哟，画得真不错啊！工人2天就能到位，但是这工钱你打算给多少？1天给1块2，再管1顿饭。什么？1天给1块2？你小子脑子没发烧吧？给这么多还管1顿饭？那个我也不知道具体工价，您觉得多少合适？给个8毛肯定够了，而且还不用管饭。都是一个生产队的，也不能给太少了，就按1块钱1天来算工价吧。中午饭也管上，但我有个要求，必须得能吃苦的才行。好小子，行，这2天给你安排的妥妥的。王铁柱离开后，田润叶走了过来。少安哥，你要找人盖房子了吗？就盖外面这片空地上。请人干活得管饭的，开工的时候我过来帮忙做饭吧，小川也可以过来帮你干。用不着这么麻烦，你等着住我们的新房就行，我可舍不得让你干这种粗活。嘿，我哪有那么娇贵，反正我在家也是做饭，而且我娘说我做饭还行。那到时候就辛苦你了，粮食和菜我来出，你只管做。好的。我晚上还得进城一趟，等会儿我先送你回家。啊，晚上还要进城啊？跟高科长约好了，送点东西过去，顺便把砖瓦水泥拉回来。将田润叶送回家后，孙少安便来到了轧钢厂给高建设送货。孙兄弟，东西带来了吧？带来了，你看。太好了，你这本事真是这个，钱我都准备好了，正常是3960，我给你凑个挣4000块。谢谢高科长。谢啥？咱们是互惠互利。对了，3轮自行车在这有点小毛病，但修应该能用。你要的砖瓦水泥我也准备好了，都在外边的巷子里。我试着修。问题应该不大，链条接上应该还能用。那就行。外面巷子里的砖是旧砖，但都还能用，大概2万多块。水泥30袋应该够你打地基砌墙了。瓦片我也让人挑好的给你留下。谢谢高大哥了。这点东西不值什么钱，你带回去给嫂子和孩子尝尝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跟我还这么客气？这么多熊肉还有水果，这可使不得。别推辞，如果不是高大哥你帮忙，这些东西我可弄不到。好小子，那我收下了。外面那些货要我帮你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拉就行。孙少安直接全部把砖、瓦、水泥都收进了空间里，也没耽搁，迈开步子往回赶。回到山洞，孙少安把砖、瓦、水泥全都从空间里取出，连同那辆3轮自行车一起摆放在空地上，随后就回去睡觉。没想到田润叶第2天一早就带着人来帮忙了。少安，听润叶说你要盖房子，我们来帮忙，别的干不了，做饭烧水还行。婶子，您身体刚好，别累着。小山也还小，帮忙递个东西就行，重活不用干。不累，在家也是闲着。润叶说你请了人干活，那总得有人做饭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做顿饭还行。如果拦着不让他们干，他们心里肯定不得劲，那就麻烦婶子了。王铁柱找的人到了，孙少安的房子开始盖了起来。就这样忙活了1天，几间房的屋架已经完全立起来了。晚上，孙少安拉着田家人准备在山洞吃顿好的。晚上熬点粥，炒个青菜吃吧。今天咱们吃点好的，炖个汤补补身子。这是什么肉？怎么这么大块？是熊肉，前几天在山里弄到的。这东西大补，正好婶子身体刚好，多喝点汤有好处。少安，你打到熊了，运气好，碰上了。孙少安把熊肉切好，又加了一些铁皮石斛、灵芝，还有枸杞、红枣、黄芪，放进了锅里熬了起来。好香啊！去洗手去，一会儿就能吃了。过了1个小时，汤炖好了。孙少安拉着田家人围坐一桌。这肉香浓郁却不腻，带着药材淡淡的苦，回甘却是清甜的，感觉浑身都暖了起来。少安，这汤里放了什么？怎么这么好喝？就是些普通的药材，山里采的，婶子多喝点，对身体好。我还特意留了一部分，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带回去，你们慢慢吃。哇哦，真好喝，好吃。灵泉水炖熊肉加上空间出产的药材，效果果然不凡。一口下来，1天的疲惫似乎都消散了不少。孙大哥，你打的熊大吗？站起来比我还高，一巴掌能把石头拍碎。哇！孙大哥真厉害，以后我也要学打猎。对了，孙大哥，等房子盖好了，你是不是就要娶我姐了？小山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没胡说啊，村里人都这么说，说孙大哥盖房子就是为了娶媳妇，还说我姐将来就是这房子的女主人。等房子盖好了，我就去你家提亲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哇，太好了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叫你姐夫啊？小山，可以啊，现在叫也行。
晚饭就在温馨的气氛中结束。孙少安随后把田家人送回了家。当孙少安回来时，却发现屋外有5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现在已经是晚上8、9点了，村里人早就歇下了。而且今天盖房子折腾一天，来看热闹的村民也都散了，谁会这么晚跑来？快点，多搬点，这砖好，能卖钱。听说孙少安那小子还有水泥，找放哪了？水泥沉，不好搬，先搬砖和木头。这些人倒是会挑时候，趁夜里来偷材料是吧？谁？是孙少安，咱们被发现了。不要慌，咱们人多，一起上揍他。孙少安，识相了就当没看见，我们拿点东西就走，不然怎样？不然让你这房子盖不成。哼，就凭你们！哼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都老实交代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没人，我们自己想弄点钱。不说实话，真是我们自己看你材料多，就想偷点去卖。我见过你们俩跟着孙有路混过的是吧？现在孙有路不见了，你们倒学会自己找饭吃了。少安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就是一时糊涂，你饶了我们吧。饶了你们？这些东西是我一点一点备下的，你们倒好，伸手就来拿。我们赔，明天我们就去挣工分，挣了钱赔你。你们拿什么赔？这些砖瓦木料都是我交了钱，队里批了条子的，算是我的私人财产。偷盗是什么罪名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少安哥，你行好，我们真不敢了。这次你放过我们，放过你们？行啊，那就让大队长来决定吧。孙少安从怀里掏出一个哨子，用力吹响，尖锐的哨声划破寂静的夜空。很快，远处村里传来狗吠声。你叫人了，不然留你们在这过夜吗？没多久，王铁柱带着民兵就赶了过来，周围的村民也逐渐赶到，看到地上躺着的5个人都懵了。少安，这是咋回事？随后，孙少安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结果把王铁柱气得浑身直抖。赵狗剩、刘二皮，还有你们俩，孙家沟生产大队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。王队长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真错了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几个人夜半3更来偷东西，被孙少安当场抓住。咱们孙家沟生产大队容不下这种蛀虫，去找绳子把他们捆结实了。明天一早，我亲自押送公社。少安，你没事吧？受伤没？没事，就几个毛贼，还伤不了我。那就好。今晚你受惊了，你仔细查看一下损坏了多少，让他们赔。王铁柱又安抚了孙少安几句，便让众人都散了，随后押着几个混混离开。孙少安清点完损失后，看洞外月色，估摸着也就晚上10点多，随即借着月光，沿着熟悉的山路往黑瞎子岭深处走去。孙少安今晚的目标很明确，找些肉食给盖房子的工人加餐。走了大约1个多小时，来到一处长满灌木和草丛的山坡。有野鸡，而且听声音不止一只。孙少安悄悄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，拨开一丛灌木，眼前出现10来只飞龙正在草丛里刨食。竟然是飞龙！飞龙是当地人的叫法，其实本名叫花尾真鸡，味道好，营养价值也高。1、2、3、5、10、11，我去，正好11只，8只母的，3只公的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孙少安闭上眼睛，意念向外延伸，锁定飞龙，收。这效率比用枪打、用网抓快太多了，而且没有任何动静。收拾好后，孙少安继续沿着熟悉的小径往黑瞎子岭深处走去。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来到了一片开阔的河谷地带。忽然听到一阵异样的声音从上游传来，这声音我太熟悉了，绝对是野猪，还是一大群，真是想啥来啥。野猪身体一僵后轰然倒地，受惊的野猪发出惊恐的嚎叫，向孙少安侧前方跑去。这跑的位置好啊，开阔又好瞄准。一头猪仔后腿被击中倒下，母猪护崽心切，竟然掉头直直朝着孙少安的藏身处撞来。我去，太刺激了！打死7头，还有2头受伤，正好收了，给他们点灵泉水，应该能活下来。刚才混乱中有几头猪仔跑散了，躲进了附近的灌木丛。今天收获了7头野猪，加起来1000多斤肉，另外还有11头活野猪养在空间里，日后还能繁殖更多。不过天快亮了，润叶他们应该快来了，得赶紧回去。忙活一晚上的孙少安回到山洞，休息了一会后就开始做早饭。刚忙完，洞外就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。孙大哥，婶子、润叶、小山，
来的正好，我做了早饭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好香啊！姐夫，你做什么好吃的了？小山，别乱叫。这孩子，少安，你别介意。没事，叫什么都行。小山，这是姐夫给你的包子，今天要干活，大家都得吃扎实点。粥已经好了，菜马上出锅。姐夫，你这包子啥馅的？咋这么香？野猪肉，之前采购的时候我刻意留下来的。咱们干的可都是体力活，没点油水那可不行。婶子，我炖了点飞龙汤，你的身体刚恢复过来，喝点汤。飞龙那可是好东西，稀罕物。少安，你别总惦记我，我这身子养养就好了，不用这么破费。不破费，没几个钱。婶子，你安心喝，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将来还得帮我们带孩子呢。好，我一定把身体养好。很快，工人们便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中午，孙少安炖了一锅红烧肉，晚上又是五花肉炖白菜，就这样忙活了一天。5间正房的后墙已经全部砌完。送走工人后，孙少安发现远处有4个黑影正朝他走来。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4人走到离山洞10来步的地方就停下了，你推我赶，谁也不敢上前。大毛叔、五哥、二姑、刘婶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见是孙少安，几人更是手足无措。少安，我们，大毛叔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这可使不得。少安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家里揭不开锅啦。少安，我们知道你现在日子才刚刚好一点，不该来麻烦你，可是孩子过得自苦。少安，我男人前阵子摔伤了腿，干不了重活，工分挣得少，家里4个孩子，最小的才3岁，已经2天没吃顿饱饭了。我家也是，婆婆病着，孩子多，队里分的粮2个月以前就吃完了。大伙跪在地上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着家里的难处。这几年闹灾，庄稼收成很差，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。我知道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紧巴，但没想到已经艰难到这个地步。我们知道你刚和孙老三断亲，一步步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可是村里能借的我们都借遍了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跪着像什么话？有什么话起来慢慢说。你们等着，我进去给你们拿东西。随后，孙少安回到山洞，从空间取出粮食，分成4个大袋子，拿了出来。给孩子熬点粥，蒸点红薯土豆，先填饱肚子。这些粮食是我在轧钢厂采购的物资，你们拿回去藏好了，别声张，让人知道了对大家都不好。少安，这太多了，我们怎么还你呀？不用还，孩子还在长身体，不能挨饿。再说了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少安，你是个好人，以前我们还觉得你脾气硬，不好相处，是我们眼瞎。过去的事不提了，你们撑一阵子，等分了粮，日子就好了。少安，你的恩情大伙记一辈子。孙少安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，帮不了所有人，但他也做不到视而不见。村里困难的不止这几户，我私下给人送粮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别人肯定说我偏心，得想个稳妥法子，既能多帮人，又不让自己落画饼。对了，野猪肉拿1头出来，给整个生产队分一分，按人头每家都能分几斤，谁也挑不出理，公平的很。想到就干，孙少安从空间取出3轮车，将野猪放上去，就骑到了大队长家。这大晚上的，谁呀？少安，这么晚，出啥事了？王队长，有事想跟您商量。野猪，少安，这事儿你打到的。今天1头野猪跑下山了，正好被我碰上，就给解决了。我想着一个人也吃不完，而且这段时间盖房子，村里大家没少关心，我就想着拿出来给生产队每家分点，算是感谢大家。少安，你真这么想？300多斤肉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，肉放久了也不好，不如趁新鲜分了，让大家也都沾点荤腥。你小子好样的，我没看错你。这事儿我来办，明天你到大部队来，我一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。那就麻烦王叔了，车和肉都放这儿，我明天再来推车。哪用你跑一趟？明天我让人给你送回去。很晚了，你快回去歇着，明天盖房子还得忙呢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，你就别操心了。第2天天刚亮，生产队的钟就被敲响了，急促而响亮的钟声传遍整个村落，这是召集全体社员的信号。通常只有开大会、分粮食或者有紧急事情时才会敲。咋了？出啥事了？不知道啊，突然敲钟，是不是上边来检查了？安静，都安静！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件好事，天大的好事。这年头能有什么好事？
咱们生产大队的孙少安同志昨天晚上给生产队送来了一头野猪，我们几个可是忙活了一晚上才把这头大野猪给杀干净，就是为了今天给大家分肉。野猪？真的假的？你们看，我的天，真的是猪肉！你看那标多厚。孙少安同志说了，这头野猪是他进山打到的，他想着一个人吃不完，就主动拿出来分给咱们生产队每一户人家，按人口分，人人有份。真的假的？每家都有。少安这孩子真不错。多少年没见着这么大方的事了，老孙家真是瞎了眼，这么好的孩子往外推。好了，开始分肉。每户按人口计算，大人1斤，孩子半斤。虽然不多，但家家都能分到一块实实在在的肉。分肉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结束。孙大哥，你真厉害！一点肉而已，不是肉的问题，是你心胸宽阔，是个干大事的人。少安，今天这事办得漂亮，你放心，以后在村里谁要是敢说你半个不字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多谢王队长。咱们生产大队除了孙少安这样有情有义又有能力的好青年，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。少安，你盖房子还缺人手不？我明天有空去给你帮忙。对，我也去，不要工钱，管顿饭就行。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今天我分肉是感谢大家平时的关照，是情分；盖房子请人干活是另一码事。要是因为分肉就让大伙免费帮忙，那味就变了。大家要是真想帮少安，平时多帮着照看点材料，别让那些不长眼的再惦记，就是最好的帮忙了。王大队长，孙少安同志，这么热闹，这是分肉。高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找孙少安同志谈点事。孙兄弟，你上次送的那些红薯和土豆品质太好了，领导尝了赞不绝口，你看能不能再弄一批？高科长需要多少？红薯500斤，土豆300斤。咱们厂人多，这点东西几天就造完了。其他新鲜蔬菜也都要，价钱好说。行，我想办法，不过得等2天，我得去联系一下。不着急，你准备好通知我，我派人来拉。孙兄弟，借一步说话。我这次来还有个更紧要的事。高大哥，你说能办的，我一定照办。熊肉，你还能不能再弄到？高科长需要多少？300斤，要新鲜的，品质必须跟上回一样，时间最好1周内。空间里还剩下600多斤，都在保鲜区放着，再拿出300斤也不是不行。行，我把东西准备好，到时候去厂里找你。不过这次交易除了你我，不要再让第3个人知道。明白，这事我懂，你放心，绝对办得干净。两人又低声商量了些细节，约定好了交货时间和方式，高建设便离开了。可正当孙少安准备离开时，孙老根和孙老蔫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孙少安，你个小畜生，你别走！孙老根、孙老蔫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来找这个黑了心肝的白眼狼，问问他把我家兄弟还有侄子弄到哪去了。孙少安，你以为拿这点臭肉出来就能堵住大家的嘴，就能把你干的那些肮脏事抹平了？我呸！人家孙少安刚给全村分了肉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，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这么指着鼻子骂，太过分了。什么叫把人弄到哪儿去了？孙老栓一家和孙有禄他们是自己不见的，跟少安有什么关系？公社都派人查过，没证据的事，你们少在这里胡咧咧。王铁柱，你别被这小子的几块肉收买了，好好的大活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大家想想，孙少安这小子以前在老孙家是什么样？3棍子打不出个屁，现在又是盖大房子，又是当工人，又是打野猪分肉，他哪来这么大的本事？肯定是害了我兄弟一家，拿了他们的钱财。孙老栓一家去哪儿了我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段青书白纸黑字写着，我和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还有，就孙老栓家里的那点破烂，你问问大家，谁会要？我还说是你们几个兄弟贪图孙老栓家的家产，谋财害命呢。你吃着我打的野猪肉，转头就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孙老栓一家失踪的细节，你查清楚了吗？还有你们，孙有禄他们得罪过多少人，你们不清楚吗？凭什么就一口咬定是我？是啊，孙有禄那帮二流子，谁知道在外面惹了什么人？孙老栓家里的东西被搬空了，孙少安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到？谁稀罕你这破肉，脏得很。对，脏肉我们不吃。把肉捡起来。什么？我说把你们刚刚扔在地上的肉捡起来，你们这种人不配吃。大队长，这几户分出去的肉收回来，他们那份不如发给村里的5保户和孤寡老人吧，给懂得感恩的人吃，肉才不脏。好，这小子处理得太漂亮了，既站住了理，又狠狠杀了这股歪风邪气，
听见没有？孙老根、孙老蔫，还有你们几个，把肉捡起来，集体分的东西是你们说扔就扔的。在绝对的理亏和压力下，孙老根终于扛不住了，他狠狠地瞪了孙少安一眼，最终几人还是把地上那块沾了土的肉捡了起来。滚吧！刚才的事让大家见笑了，肉大家拿回去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我孙少安不惹事，不怕事，以后该帮衬的我还会帮衬。可谁要是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。孙少安将田润叶送回了家后，自己则回到山洞思考对付孙老根兄弟的办法。孙老栓一家外出寻亲的借口用过了，孙有路等人得罪人跑路的说法也传开了，再来一次，傻子都会怀疑。有了！孙少安突然想起空间里那几头被灵泉水滋养长大、身体格外健壮的狼。等到深夜，孙少安将狼放了出去，不过半小时就完成任务，将狼收进空间，这才开始睡觉。只是没一会儿，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少安，少安，睡了吗？快开门！队长，孙墨大哥，这么晚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少安，你一直在洞里睡觉？是啊，累了一天，吃完饭就躺下了，刚睡着就被你们吵醒了。怎么了？老孙家出大事了。老孙家？孙老栓家吗？不是孙老栓家，是孙老根还有孙老蔫他们几个，他们刚刚被狼群袭击了。狼群？村子里怎么会有狼？从山里下来的。孙老根家离山脚近，院子又偏，死了4个，孙老根、孙老蔫还有孙老魏。大队长，你来告诉我是什么意思？我跟老孙家早已恩断义绝，为什么他们家的人但凡出事，你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？好像我孙少安生来就该为他们老孙家所有人的不幸负责一样。王铁柱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一时语塞。王队长，还有各位乡亲，我不是冷血无情，可你们想想，当初我在老孙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睡柴房，吃剩饭，干最重的活，挨最毒的打。要不是自己命硬，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个山沟里了。如今我跟他们断了亲，跟厂里借了钱盖了房子，就想过点安生日子。可老孙家的人呢，简直阴魂不散。孙少安的话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心上，王铁柱心里那点疑惑，此刻彻底烟消云散，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。少安，你别多想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要挨家挨户通知到，了解一下情况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少安，我们都知道你受委屈了，老孙家那些人有这个下场也是活该。王队长，我明白您的职责，但老孙家的事与我无关，我只想安安生生把房子盖好，过自己的日子，其他的我不想管，也管不了。好吧，你注意安全，晚上锁好门。孙少安没有直接去轧钢厂，而是在厂区1里外的废弃小巷停下，随后警惕地观察四周，确认无人后，迅速把空间里的红薯土豆取出，放在3轮车上，然后才骑着3轮车来到轧钢厂。高科长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送来了。孙兄弟，这么早？早点清静。箩筐里是你要的300斤肉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。果然还是孙兄弟，你有本事。你先等会儿，等我把这批货入库结了账，你再走。行，那我等等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高建设拿着一个布包走了回来。孙兄弟，熊肉300斤，按10块1斤，3000块，粮食蔬菜的钱和答应你的票也都在里面。谢谢高大哥，跟我还客气啥？刚才领导那边透了点口风，对你弄来的山货很满意，以后说不定还有更大的需求。对了，转正的事也已经上报上去了，你小子路子稳当，前途无量。我明白，以后有什么事，高大哥尽管吩咐。好，痛快！我知道你盖房子还缺砖瓦水泥，我都给你留着呢，就在角落里放着，你正好一起带走吧。那可太好了，没想到高大哥你这么惦记我的事，太感谢了。行了，你也累了一夜，赶紧回去歇着吧，路上小心。孙少安回到山洞便睡觉了。这一觉，孙少安睡得格外香，但当他醒来时，却听见门外传来嬉闹喧嚣的声音。现在估摸着快到中午了，奇怪，外面怎么这么热闹？孙少安推开门，入耳的并非嘈杂的争吵与叫骂，而是热闹的劳作声与嬉笑声。许多村民自发地帮孙少安铺设瓦片、运送物资、烧菜做饭。少安哥，你醒了？少安，睡醒了，我们这动静没吵着你吧？王队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怎么嫌我们人多手杂，给你添乱了？不是，我是没想到这进度也太快了，还有大家。少安，你这一觉可错过了不少事。大队长一大早就带着人来了，说是队里这2天农活不紧，让大家来搭把手，早点把房子盖起来。少安，你给队里分了那么大一头野猪，这是情分，队里也不能白占你便宜。盖房子是大事，光靠你们几个人得干到什么时候？你放心，都是自愿的，不算工分，就管顿饭。
对对对，我们是自愿来的。孙少安看着这一张张诚挚的脸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乡亲们，我孙少安是个粗人，不会说那些漂亮话。可今儿个我心里头热乎，你们放下自家的活儿，不挣工分就为给我添把力，这情分岂是一头野猪能抵的？今儿个大伙儿都别走，咱们炖肉、喝酒，吃饱喝足。在众人的帮忙下，孙少安的新家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建好了。众人吃饱喝足离开后，孙少安便带着田润叶参观新家。孙大哥，你快放开，让人看见怎么办？怕什么？这事儿咱们自己家，别人还能说啥？润叶，房子差不多弄好了，我想就这2天请王队长和三爷爷做媒，正式去你家提亲，你看成吗？听你的。那好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准备，你跟我一起，还是回家跟婶子通个气？我先回家跟我娘说一声，让她有个准备。说完，田润叶便扭头回了家，而孙少安从空间拿了几个红彤彤的大苹果，用布包好，又割了几斤肉，拎着便向大队长王铁柱家走去。王队长，有个事想请你帮忙。我和润叶的事情，大伙儿也都知道。如今房子已经建好，这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。今儿个，我想请你替我做个媒，帮我去润叶家提亲。好小子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润叶那姑娘不错，勤劳肯干，你能娶到她是你的福气。这媒人我当了。谢谢王叔。谢啥？走，咱们把你三爷爷也喊上。三爷爷。铁柱、少安，你俩怎么来了？还提着东西？好事，大好事上门了。三爷爷，是这样，我家房子盖得差不多了，我想请您帮个忙，过2天和王队长一起去田老四家替我向田润叶提亲。少安啊，三爷爷早就盼着你成家立业这一天了。润叶那丫头，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这媒人三爷爷当定了，咱们大队又要添庄大喜事了。是啊，润叶那姑娘不错，勤劳肯干，少安能娶到润叶是他的福气。咱俩选个近2天的好日子，您看看礼数怎么说？除了烟酒糖茶、点心这些常规礼品，再备上鱼肉、粮食这类实在物件，还得添几样拿得出手的硬货撑场面，显得郑重些。麦乳精、糕点、罐头、布匹这些是基础，如果条件允许，自行车、收音机、缝纫机、手表这几样也得备上。钱、布票、工业券这些我手里倒是有，可自行车、收音机、缝纫机这类大件的专用票确实凑不齐，我等会儿去县城供销社再看看。随后，孙少安独自骑上那辆旧3轮车，来到了县城供销社。同志，麦乳精来2罐，最好的那种糕点、桃酥、鸡蛋糕、江米条，每样来2斤；水果罐头，黄桃的和橘子的各来4瓶；奶粉有的话来2袋。同志，你要的这些有些要票的。票我有，麻烦你先算算，一共多少钱？售货员见状，态度立刻热情了不少，连忙噼里啪啦打起算盘，最后报出一个不小的数字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包起来。这东西太多，包好先放一边吧，我去旁边卖大件的地方看看。孙少安转身走向卖大件的柜台，那里陈列着几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，还有红灯牌收音机、上海牌缝纫机，柜台里还有几块上海牌手表，这些东西每一样都代表着这个时代普通人家的顶级财富和面子。同志，这些怎么卖？要什么票？永久牌自行车185块，要自行车票；收音机120，要收音机票；缝纫机150，要缝纫机票；上海牌手表120，要手表票。钱倒是够，但自行车票只有1张，收音机和缝纫机票目前确实没有。自行车我要1辆，至于收音机和缝纫机，小同志，你要买大件呀？想置办点东西，不过票不太够。你是轧钢厂采购科那个姓孙的小同志，对不对？上次去你们轧钢厂，我好像见过你一次。是，我是孙少安，刘主任好记性。哎呀，真的是你啊！来咱们这边说，你们高科长说你本事大得很，能弄到不少山里货。你今天来买东西是有喜事吗？准备去提亲，置办点东西。提亲，好事啊！这收音机、缝纫机票确实紧，我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票往外换。不过嘛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小孙同志，我听说你路子广，能弄到山里的好东西，尤其是肉。这是盯上我手里的肉了。刘主任的意思是，收音机、缝纫机你没票，我可以想办法帮你解决，按有票的价格给你。不过你得帮我弄点肉，不管什么肉，野猪肉最好，要肥的、新鲜的，多多益善。巧了，手里刚采购了1头野猪，刚从山上运下来的，大概200多斤吧。200多斤，太好了，小孙同志，你真是及时雨啊！这样，收音机、缝纫机，你现在就可以推走。刘主任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，我信得过你。对了，肉你什么时候能送来？在哪儿交接？
半小时后，您在供销社后面的院子里等我，保管准时送到。半个小时后，孙少安骑着3轮车来到了供销社后边。小孙同志，肉在下面。好肉，顶好的野猪肉，这标这成色绝了！快过完秤，悄悄搬进去，放到后面小仓库，小心点，别让人看见。主任，238斤野猪肉，黑市价1块5一斤，算你1块4，238斤，333块2，抵掉收音机、缝纫机、自行车和你之前买的那些零碎，你还需付我208块5。没问题。小孙同志，合作愉快，以后还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我。有好东西也别忘了老哥，给孙同志把东西都搬过来。下次我给你带点更好的东西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你带来的惊喜了。将自行车、收音机、缝纫机和那一大堆东西重新装车，告别了供销社刘主任。孙少安蹬着这辆载满硬货提亲礼物的3轮车，朝着村里的方向骑去。没想到刚到村口，就被几个老汉给围住了。我的老天爷，少安，你这是把供销社搬回来了啊？七伯，各位叔伯，这不是要去润叶家提亲吗？总得置办点像样的东西，不能委屈了人家姑娘。这年头，谁家提亲能有这阵子？你这也太厉害了！村口的动静就像投入池塘的石子，迅速扩散开，围过来的村民也越来越多。我的天老爷，你看那些布多鲜亮，还有卖乳金，我见都没见过。提亲？这哪是提亲，这简直是搬座金山去下聘呐！少安这是发了多大的财啊！这可是永久的自行车啊！今天我一定要让全村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，我孙少安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、一无所有的窝囊废了。大家都让让，东西是买回来了，可正事还没办呢。孙少安的3轮车后，很快就跟上了一条长长的、熙熙攘攘的尾巴，一路跟着孙少安来到了王铁柱家。王叔，少安，你这提亲用的，该置办的我都齐了。王叔，三爷爷那边还得麻烦你跟我跑一趟，咱们这就去请，然后直接去田家。好，你小子做事就是痛快。走，咱们这就去请三爷爷。不用请了，你们这动静都轰动了半个村子。三爷爷，少安这小子可了不得，他进城一趟，直接把3转1响置办齐了。我活了这把岁数，还没给这么长脸的亲事当过媒人。少安，你小子给咱们生产大队，不是给你自己挣足了面子。走，咱们提亲去。孙少安重新骑上3轮车，王铁柱和三爷爷一左一右走在车旁，而他们身后那条由大半个孙家沟村民组成的尾巴，不但没有缩短，反而越来越长。所有人都想亲眼看看这场注定载入孙家沟史册最风光的提亲。娘，外面好多人在说话，是不是少安哥来了？快，润叶回屋换身干净衣裳，小山出来把院子里再扫扫。到了，就是这家，田老四家的，快开门啊！天大的喜事儿上门了。婶子，我孙少安今日请王队长和三爷爷为媒，正式向田润叶提亲，这些是我的心意，请你将润叶许配给我。答应他！田家婶子，这么好的女婿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，润叶有福气了。好孩子，快进来，外头人多，进屋说话。王叔，三爷爷，咱们进去吧。3人来到了田家的堂屋，准备进行提亲最核心的环节——私下商议、下聘定礼。大队长您坐，小山扶三爷爷坐下。润叶去倒水，坐。少安你也坐。田家弟妹，今天我和三叔受少安之托登门提亲，为的是你家润叶和少安这桩姻缘。少安这孩子，咱们都是看着长大的，人品本事没得说，2个孩子情投意合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看着也欢喜。今天就正式问问你的意思，这门亲事你应不应？少安是个好孩子，把润叶交给他，我100个放心，1000个愿意。好，两厢情愿，这是天作之合。既然应了，那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聘礼和章程。婶子，这些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你收下。弟妹，打开看看吧，这也是规矩。500块钱，在这个年代，500块钱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，他近乎一个普通工人将近2年的全部工资。好家伙，我当大队长这些年经手过的亲事不少，最高的一份彩礼也不过是50块钱，没想到这小子一下给500，
活了大半辈子，经历新旧社会，也算是见过些世面。可这样的大手笔，在这地界绝对是破天荒头一遭。婶子，这钱您收好。我知道这些年您一个人拉扯润叶和小山不容易，吃了很多苦。这钱一部分是彩礼，更多的是我替润叶和小山孝敬您的。少安，这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你能对润叶好，对咱们家好，比什么都强。给您的，您就收下，这是规矩。我和润叶以后的日子，您不用操心，我有办法。这钱您安心拿着，想怎么安排都行。田家弟妹，少安有这份心，是孩子实诚，也是你的福气，更是润叶的福气。这钱既然是少安孝敬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好，我收下。少安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既然聘礼已定，两厢情愿，那咱们就择个吉日把婚事办了。三叔，你看最近有什么好日子？就下个月18，怎么样？还有1个多月，准备时间也充裕。听三叔的，18号，18号。王叔，喜宴的一切花销我全包了，到时候就辛苦你们和乡亲们帮忙张罗一下，工钱照算，绝不亏待。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办得热热闹闹，体体面面。少安，你这次提亲算是圆圆满满了。随后，王铁柱和三爷爷跟田润叶娘商量了些细节。孙少安在给屋外的人群分了喜糖和香烟，告别众人后便上了山。孙少安这一次进山，并不是为了打猎，而是去寻找一些特殊的、稀罕的、适合婚宴上撑场面的东西。大约走了2个小时，来到一片开阔的平缓树林地边时，孙少安的脚步忽然顿住。这蹄印的形状、大小和步幅有点像成年野牛，而且看这蹄印的深度和步态，恐怕不会太小。狩猎的风险极大，还是先找找别的吧。随后，孙少安沿着溪谷区域走到一片湿地，发现了一群石蛙。石蛙这玩意可是好东西，肉质细嫩鲜美，胜过寻常田鸡10倍。没想到在这里一下就看到好几只。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，孙少安空间里已经多了10几只肥硕的石蛙。正当孙少安用意念扫描前方一片水草丛时，脚下忽然一滑，踩到了一个特别硬滑的东西。什么玩意儿？老鳖，看这背甲的尺寸和厚度，绝对是有些年头的野生大鳖。这玩意儿炖汤，那鲜味和滋补效果极品啊！当即，孙少安用意念以它为中心，向着周围更大的范围、更深的淤泥层细致的扫描过去，又发现了新的惊喜。冷水虾，好东西，一并收了。孙少安彻底放开了意念，如同不知疲倦的渔网，在这片不过几亩大小的洼地水域中来回打捞，不仅将石蛙、老鳖、冷水虾搜罗一空，连一些肥美的泥鳅、几只躲在石缝里的螃蟹都没有放过。随后，孙少安离开那片收获颇丰的洼地，朝着那串巨大蹄印离开的方向走去。又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，他终于发现了野牛的踪迹。我去，终于找到了！7头大的，4头小的，整整11头野牛，一枪或许能放倒1头，但必然惊动整个牛群。附近又没有掩体，必须智取。孙少安反复扫描着牛群的位置和周围的地形，随后悄无声息地绕到了牛群侧后方约200米开外的一处土丘。这里有几块大石头可以作为掩体，东侧是沼泽区，正好开枪把他们驱赶过去。你过来呀！短短几分钟内，3头成年野牛被击杀，其他的牛被困沼泽，暂时失去危险。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看你肚子这么大，一定是肚子里有牛犊子了，正好把你收进空间养着。孙少安抓了一只活的母牛，此刻心情大好，随即将剩下的全部干掉。一次狩猎9头野牛，活捉1头，一共是10头牛，外加洼地收获的石蛙、老鳖、虾蟹。这次进山的收获简直丰厚到难以想象。孙少安随后将打到的野牛收入空间，继续在之前未曾深入过的密林中穿行。跋涉了将近2个小时后，发现了一大片蘑菇。这是鸡枞菌，还有鸡油菌、牛肝菌和一堆同样美味的杂菌，这些可都是顶级的山珍。若是用在婚宴上，收。今日收获颇丰，天色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孙少安结婚出了3转1响还不够，居然还要弄个有排场的迎亲车队。可这年头，自行车比大姑娘还金贵，他只能来找高建设帮忙。孙兄弟，听说你带着货来了，这几个是采购科的同事，非要跟着一块儿来见见世面，也帮忙搭把手。一批山货和1头野牛。好家伙，这么大！这标真厚实，还有这么多红薯土豆，这品相绝了！这蔬菜水灵的，跟刚摘下来似的。看看，都看看，这就是咱们孙采购的本事，别人弄不到的，他能弄到。
别人弄得到的，他弄到的更好。以后啊，咱们厂的招待水平可就指望孙兄弟了。孙采购厉害啊！以后可得多照顾咱们厂。各位大哥过奖了，也是高科长信得过我。说起来，下个月18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到时候还想请各位大哥还有高科长一定赏光，去喝杯喜酒。恭喜呀，孙兄弟！必须的，孙采购的喜酒哪能错过？高大哥，还有个事想麻烦您，我们村里接亲讲究个排场，我想着能不能借几辆自行车组成个车队，也显得风光些。可这自行车实在是难弄。高建设看看眼前的野牛和山货，决定帮他一把。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，讲排场是应该的。自行车不用借，我给你想办法弄几辆新的。到时候咱们采购科还有厂里其他部门的年轻小伙子，都给你去当接亲的队伍，保证给你办得风风光光。对，高科长说的对，咱们都去给孙兄弟撑场面。太麻烦各位了，这份情我孙少安记下了，到时候酒肉管够，大家一定不醉不归。好说好说，就等着喝孙兄弟的喜酒啦。好了，你们先帮着卸货，过磅入库，我跟孙兄弟说伙话。孙少安上班天天迟到早退，动不动还人影都见不着，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转正名单里竟然有他的名字。孙兄弟，看看这个，这是工作证。我居然转正了，从临时帮忙的采购员成为了国营大厂的正式职工。高大哥，这不太好吧？孙兄弟，你给厂里解决了大问题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以后咱们就是真正的同事了，工作上互相扶持，私下里更是兄弟。多谢高大哥，这份情我记心里了。见外了不是，接亲车队的事你尽管放心。好，有高大哥这句话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高大哥，这次进山运气好，除了野牛，还得了点稀罕的山货，一点心意，给你和嫂子尝尝鲜，补补身子。牛肝菌和鸡油菌，这是老鳖，这个头不小啊，还有石蛙跟野牛肉。孙兄弟，你这太客气了，这些东西可金贵得很。自家山里出的，不值什么，就是一点心意。天快亮了，我就不多打扰了，还得去供销社那边跑一趟，酒席上的一些零碎东西还得置办。行，那你快去忙正事，路上小心。告别高建设合众采购员，孙少安骑上3轮车来到了供销社，准备找刘主任解决烟酒糖果还有日用品。哎呦，孙采购怎么这么早过来了？是有急事？刘主任，确实有点事想麻烦您。下个月18我结婚要在村里摆酒，这酒席要用的东西杂，票证一时凑不齐，想请你帮帮忙。结婚是大事，置办东西确实麻烦，烟酒糖茶这些都是紧俏计划物资，量大了确实不好弄。我知道这事让主任为难，不过我这次进山运气确实不错，除了之前给厂里的，我自己手里还留了大约有800-900斤的野牛肉。多少？800-900斤野牛肉？对，800-900斤，都是新鲜的野牛肉，品质绝对好，比上次的野猪肉更难得。孙少安凑齐了彩礼，酒席却办不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揣着钱却买不到酒水和喜糖，因为人家说了，不要钱，只要牛肉。这是样品。好肉，真是顶好的野牛肉。孙老弟，你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！主任过奖了，我就想着用这批野牛肉跟主任换我结婚需要的那些东西，差额部分该补多少钱票我照补，绝不让主任为难。行，烟我给你弄几条大前门，4条牡丹，再配些丰收牌的。酒就备西凤、汾酒各几箱，本地的好酒也多囤上些。刘主任接着又把一堆结婚物资如数家珍的列举出来，越说越兴奋，最后直接给孙少安打了包票。孙老弟，你放心，你结婚用的东西，我刘某人保证给你办的全县城都找不出第2份的体面。那就太感谢刘主任了，具体需要多少肉来换，主任您列个单子。这样，孙老弟，你今天先回去，我马上开始张罗东西，最晚后天我给你准信，还是老地方。好，一切听主任安排。孙少安告别刘主任，便离开了供销社，可没想到才走没多久，就被高建设给拦了下来。孙兄弟，你等一等。高大哥，你怎么追来了？是出了什么事了吗？孙兄弟，这位是市里来的李秘书。孙少安同志，你好，冒昧打扰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姓李，在市里工作。李秘书您好，不知您找我是有什么指示？上次那批熊肉的事情，领导非常满意，一直记着这份情。实不相瞒，这次来是有一件更紧要、更私人的事情，想请你帮忙。请讲，能帮得上忙的，我一定尽力。领导家的老爷子有多年的沉疴，上次用了熊肉做药引，配合老中医的方子，稳住了病情，但想根治或者更进一步调养元气，还需要几位主要。具体是哪几位？我需要50年以上，最好80年左右的野山参，要求品相完好。自从孙少安当了采购员，接的单是一个比一个危险，一个比一个奇葩。我还需要上了年份的赤芝或者紫芝，如果2样都有，那就更好了。
还有，你也帮忙找找野生年份久的铁皮石斛。野山生、灵芝、铁皮石斛，这些我都有，只不过人参是我自己用种子种下去的，长势虽好，但不确定药效能不能堪比几十年的野山生。我知道这传说中的东西很难得，但我们实在是没有别的门路了。高科长极力推荐你，说你常年在深山走动，见识过路子野。李秘书是带着12分的诚意来的，领导那边对老爷子的病情非常上心，这不仅是治病，也是一片孝心。这里是我们老领导特批的一些经费和心意，如果能找到50到80年的野山参，我们愿意出1500元；如果是100年以上的野山参，或者同等年份的极品灵芝，价格可以谈到3500元。老药人说过，野山生是有灵性的，可能我还没靠近野山生就被惊跑了。这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如果你之后有了消息或者弄到了，请务必第一时间通知高科长，报酬方面绝对让你满意。我尽力而为。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这笔交易回报高的惊人，做还是不做，得好好谋划一番，把风险降到最低，利益最大化。孙少安回到家里，田润叶也正好从厨房里端着菜走出来。回来的正好，快来尝尝味道怎么样？非常好吃。少安哥，怎么了？你今天去厂里了，事情都还顺利吗？放心吧，顺利的很。厂里那边高科长他们很帮忙，转正手续也办好了。哇塞，太好了，少安哥，你真厉害。有什么厉害的？以后让你和小山、婶子过上好日子，那才叫厉害。而且供销社刘主任那边也谈妥了，婚礼需要的烟、酒、糖茶、杂货，他帮我搞定。这就是我的男人，有本事，有担当，什么事都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跟我来，带你看点好东西。哇塞，蘑菇是山里采的，牛肉你也拿回去，让婶子做给小山和你补补身子。米和菜也带回去，家里不用省着吃，吃完了就来拿，你要多少我都给。少安哥，这太贵重了，蘑菇和菜还好说，这牛肉你自己留着吃吧，你在外头跑辛苦，更需要补。咱们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，我的不就是你的，分那么清干什么？倒是你和婶子、小山以前日子紧没吃好，现在有条件了，得把身子养回来，尤其是你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其实你不必这么破费的。给你花钱，那叫破费吗？再说了，把你和婶子、小山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我脸上也有光不是？讨厌，你就会胡说，谁要养胖了？好，不胖不胖，我们家润叶怎么样都好看。哼，你松开，我还要收拾东西呢。东西等会儿再收拾。润叶，你老实说，我进山的这2天想我没？想了。这还差不多，我也想你，在山里的时候一空下来就想。油嘴滑舌，快让开，我真要回家了，娘和小山还等着我呢。东西我拿回去了。你跑啥啊？我又不吃人，快回来，再拿点泉水给婶子喝。孙少安不放心田润叶独自回家，便跟着他一同来到了田家。婶子，给您带了点山泉水，你拿着泡茶喝，还有几个果子给小山舔舔嘴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来就来，又带东西。田家嫂子在家吗？在呢。谁呀？来人是田润叶的堂叔田林。孙少安心里记得，他家日子虽也过得紧巴，但也没少接济润叶家。是林子啊，快进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少安也在，太好了，我正找你呢。林子叔，你找我有事吗？野山参。客户前脚刚开口要50年野山参，后脚就有人送货上门，可这并非巧合，而是心酸妥协。今天进山本想挖点野菜，谁知运气好，挖到了这野山参。我听说你路子广，认识县城厂里和供销社的人，你能不能帮叔问问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，或者直接帮我卖了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。断面细腻，气味浓郁纯正，确实是上好的野生货色，大概在40-50年左右。林子叔，你想卖多少钱？300， 200也行，或者150，实在不行换点粮食也成。唉，林子叔，如果我出300块买你这根野山参，那就是坑你，这昧良心的钱我不能赚。你这根野山参品相好，还是刚出土的鲜货，药性足，拿到懂行的人手里卖1000块钱还是没问题的。多少？1000？少安，你没骗叔，这东西真值那么多？我没必要骗你，不过1000块是理想价格，需要找到合适的买主，可能需要点时间。少安，叔信你，你说值1000，那就值1000。可叔不要那么多现金，家里等米下锅，娃饿得嗷嗷叫，能不能帮叔换成粮食，粗粮细粮都行。唉，林子叔，一口气要弄到价值1000块的粮食，这数目可不小，而且现在粮食管控严，恐怕有点难。不过分2-3次，甚至3-4次还是能凑齐的，不过得搭配些粗粮。行，太行了，只要能换成粮食，
咋样都行。少安、舒一家都念你的好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林子舒言重了，以前你也没少帮衬婶子和润叶他们。这样，这根参我先带走，这2天就去县城帮你打听。至于粮食的事，我先从家里拿点给你，先让你全家吃饱饭再说。少安，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那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林子一家不容易啊，少安，这事儿真能办成吗？会不会太为难你了？婶子、润叶，你们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粮食我有门路，小心点，问题不大。还是先回去看看这个野山生在空间里能不能培育，弄完再去给田林家送粮食。从田润叶家出来，孙少安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进了空间。随后，他将野山生种在了黑土地上，又用意念引导着灵泉水灌溉在野山生根部，瞬间野山生的茎叶变得更加翠绿，主根也微微膨胀了一圈。随后，一股浓郁的草木清香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这株参的药性、灵气和品质正在飞速提升，假以时日，它很可能超越外界100年甚至更久年份的野山参。之前种下的几株人参长得也很好，甚至可能超过李秘书要求的80年左右标准，将来也许能派上大用场。用灵泉浇灌完几株人参后，孙少安又从空间中准备了一批粮食，来到了田林家。林子舒在家吗？在。少安，你现在过来是不是有啥事？这些都是粮食，2袋是玉米面，1袋是红薯和土豆，还有些肉、水果和菜。你等会儿让家里人搬进去。林子舒，这是300定金，你收好。粮食是第一批，后续的我再慢慢想办法。少安，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，我给你磕头。林子舒，使不得，快起来！以前你帮衬婶子和润叶他们，我也都记着呢。咱们邻里之间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太谢谢你了，我是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林子舒，你们听我说，这些粮食和钱，你们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，更不能提野山参的事。要是让人知道你们突然有了这么多粮食和钱，说不准会遭人惦记。你放心，我们打死也不说。好了，你们赶紧回去把东西归置好，该藏严实的藏严实，我就先走了。5000人断粮，全场的命压在孙少安的头上。他明明有粮，却不能暴露来源，因为他的秘密说出口就是死路。孙兄弟，开门，是我。高大哥，快进来，出什么事了？孙兄弟，10万火急，厂里出大事了。别急，你慢慢说。今年气候不好，粮食出现了天大的缺口。咱们厂近2000号工人，加上家属，有小5000人。仓库里那点储备，撑死了也就够半个月。半个月后，工人吃不上饭，厂里非得乱套不可。厂长下了死命令，要我们采购科不惜一切代价，立刻搞到粮食。高科长，这事儿兄弟，老哥知道这是难如登天，可你向来本事大，这5000多人命可都指望你了啊！粮食我是要多少有多少，但一口气拿出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的粮食，这来源该怎么解释啊？灵泉空间一旦暴露，我就怀璧其罪了。可若不拿，那么多人一旦饿极了，指不定出什么乱子。看着一直沉默的孙少安，高建设的心逐渐跌到谷底。高科长，你这是干嘛？快起来！孙兄弟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你放心，价格好商量，只要你能弄到粮食，粗粮按1块7一斤收，细粮价格另算，其他的工业券、紧俏物资指标，甚至一些特殊安排，厂里都可以想办法。罢了，高大哥，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而且我也是轧钢厂的人，这个忙我理应帮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你说，只要能做到，厂里一定答应。首先，粮食分批交接，时间地点我来定，你们只管接货、过秤、付钱，不能多问来源。行，没问题，我们厂只要结果。其次，价格就按你说的，但结算我要一部分现金，一部分紧俏的票。可以，我来协调，绝对保密。最后一点，往后要是粮价再涨，厂里再有类似需求，咱们别因为价钱扯皮。如果没问题，3天内就可以交付第一批物资。好，我在厂里等你的好消息。孙兄弟，你可真是救了老哥，救了全厂的命了。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粮食来源，孙少安蒙着面来到黑市摸价格，结果摊子刚摆上就被人盯上了。兄弟，红薯怎么卖？红薯我要20斤，现钱。兄弟，这些红薯和南瓜我全要了。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凭啥你全要了？我最先来的，要买也是我先买。我跟这位兄弟谈好就行，红薯1块7毛5一斤，南瓜1块2一斤，现钱加票，钱货2清，如何？红薯比轧钢厂的报价还高了5分钱，而且一共加起来小300块了。这次探路的收获不小啊！过程。2人快速过秤，围观的人见没戏了，也只能悻悻散去，寻找其他目标。
给你285，凑个整。兄弟，看你是个爽快人，也是个有本事的，不知道你手里或者你那条线上还能不能弄到更多的粮食？不管是什么，价格绝对好商量。更多，你想要多少？越多越好。不瞒兄弟，我是县城纺织厂的采购科长，我叫朱元勋。我们厂女工多，口粮定量本来就低，如今供应一减再减，食堂都快停火了。兄弟，你要是能帮上这个忙，这份情我们全厂上下记一辈子。纺织厂采购科长又是一个大客户，现在储备也还够，不如做个大的。倒是有批货，数量不小，大约3000斤左右的粗粮，以红薯土豆为主，另外还有几百斤野猪肉，肥瘦相间，绝对是顶好的山货。3000斤粗粮，还有几百斤野猪肉，我全要。兄弟，你开个价。红薯土豆按1块8，野猪肉按2块2，成，就按兄弟你说的价。不过3000多斤货加上肉，数量不小，我们怎么交接？1个小时后，县城西边5里外老河滩旁边的杨树林，你们自己派可靠的人带车来了，我只管把货放到那里，你们到了地方自己搬，钱票现场结清。好，就按兄弟你说的办。记住，只准来1辆车，最多3个人，多1个人交易就取消。明白，绝对按规矩来。孙少安第一次摆摊就被客户连锅端，对方不仅胃口大，还不问来源，就连交易也是偷偷摸摸的。孙少安把货物隐藏好，自己就躲了起来。应该就是这个了。兄弟，货我们看到了，没问题，出来吧，我们现在直接过秤结算。看清楚了，那就过秤吧。好说好说，别愣着，赶紧过秤。没多久，所有货物过秤完毕，红薯总计2020斤，土豆1005斤，野猪肉415斤，加起来总共是6358块。6360块，多2块，凑个吉利数，各种票证也都备了些。信得过朱科长。兄弟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，以后你手里还有货，无论多少，无论什么种类，一定先想着老哥我，想着我们纺织厂，价格绝对让你满意，渠道也绝对安全。这是我办公室电话，白天一般都在，直接来厂里找我也行。好，有需要会联系朱科长。送走朱元勋后，孙少安没有多做停留，决定立刻动身去找供销社刘主任换取婚宴物资。孙老弟，哈哈，你可算来了，这就是刘主任不负所托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。好家伙，孙老弟，你真是神了，这等宝贝都能弄到，咱们供销社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。主任，这牛怕是有上千斤吧？你看这膘多厚啊，这肉肯定香。孙采购，你这本事没得说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，再喊几个人悄悄卸下来，从后门抬进去，放到里面小仓库，小心点，别让人看见，动作轻点。没过多久，几个供销社职工就把野牛过秤，去皮毛内脏，净肉886斤。孙老弟，你这批货真是解了老哥我的大难题了。放心，你结婚要的那些东西，我早就开始张罗了，绝对是最好的。那就多谢刘主任费心了。刘主任，除了之前清单上的，可能还要临时加点糖果和糕点，到时候再跟主任说。没问题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包在我身上。对了，这牛除了交换你结婚物资的那部分，剩下的老哥我按最高价给你折算成钱和票，另外再单独给你包个大红包。主任客气了，互相帮忙。对，彼此照应。弄好了，赶紧给孙老弟装货。随后几个职工把崭新的搪瓷脸盆、成品的鲜艳布料、大罐的麦乳精等各种物资，统统都放到了孙少安的3轮车上。还有那2床鸳鸯棉花被呢，赶紧拿来。孙老弟，你看看还缺什么？被面枕头都是最好的苏绣样子，布料也都是今年最时兴的，烟酒糖茶都是硬牌子，油和调料管够，保准让你婚事办得风风光光，新娘子满意。刘主任费心了，东西很好，一样不少，剩下的款项和折算就按咱们说好的办。你点点都是按最高的价格跟你结算的，不过这些东西堆这么高，你这车能行吗？要不我叫个板车帮你送回去。不用麻烦，我能行。孙少安随后找了个没人的小巷子，把物资放到了空间里，接着骑着车来到了轧钢厂办公室找高建设。孙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高大哥，忙着呢。还不是为那要命的粮食。孙兄弟，你那边有信了吗？我就是为这事来的。高大哥，你这边能调动厂里的卡车吗？我只要车，我能自己开。卡车有，厂里运输队有车。不过孙兄弟，你的意思是粮食有眉目了，数量不算小，但地方有点偏，规矩不能破。我一个人去了，厂里的人不要跟着，车给我，加满油，1个小时后我开回来，你们只管安排人卸货就行。真的？孙兄弟，你说大概有多少？大米大概2000斤，玉米面3000斤，红薯、土豆、南瓜这些杂粮5000斤左右，总共1万斤上下吧。多少？1万斤？太好了！卡车，对，卡车的事情得解决，我马上给你安排。不，我亲自去安排，就用运输队王队长的车。这个你拿着，1点茶叶和2袋奶粉，1点心意，别嫌弃。
谢了高大哥。孙兄弟，小心开车，我先去汇报。1个小时后，我带着人在仓库门口等你。5000人等着吃饭，孙少安只能铤而走险。但是粮的来路是不能说的，于是孙少安特意去借了辆卡车当幌子，然后将车开到了县城北郊一片早已废弃的旧厂区。从空间将准备好的粮食全部放到了车厢里，很快就在卡车车厢里垒起了一座坚实的梁山。孙少安带着满满一卡车粮食回到了轧钢厂仓库门口，高建设已经带着几个装卸工等在一旁。高大哥，货在后面，让人卸吧。赶紧卸车，过称入库，动作快点，都小心着点，这都是咱们厂的救命粮。早已等候多时的7、8个装卸工，如同打了鸡血一般，一边欢呼，一边迅速的搬运、过磅、入库。只是才搬了一小半，轧钢厂的诸位领导都纷纷赶来了。孙少安同志，好，你干得好啊！你为咱们厂立下了大功，天大的功劳。这万斤粮食救的可不只是食堂的灶火，更是全厂上下几千职工家属的心啊！一时之间，书记、副厂长、工会主席等人也纷纷围上来，赞誉之词不绝于耳。但作为全场焦点的孙少安心里却异常平静。厂长、书记，各位领导，严重了！这是我分内的工作，也是高科长领导有方，给我指明了方向，提供了支持，能帮厂里解决点困难，我心里也踏实。主要是孙兄弟有能力、有门路，我就是敲敲边鼓。都好，你们采购科这次都是好样的。对了，你跟各位领导都说说，是怎么克服困难搞到这批救命粮的，我们也好商量一下怎么表彰咱们的功臣。各位领导，不是我不想告诉诸位，也不是我不相信你们，一旦我把这些事说出来，很多单位就会像苍蝇一样扑上去抢占这个渠道，到时候我们想要购粮那就没可能了。太不容易了，孙少安同志这么快就在各个领域协调购粮，动用各方关系，还得担着风险。孙少安同志，你这不仅是有能力，更有胆识，有担当。10万斤粮救了5000人，孙少安成了全场英雄。可是群众的鼓掌越响亮，他的内心就越心虚，因为这份光荣是用一个不能说出口的秘密换来的。老张，我看对于孙少安这样立下大功的同志，我们不仅要给予物质奖励，更要在精神上大力表彰，要树立典型，鼓舞全场士气。我同意，应该大力表彰，要写表扬稿，全场广播通报表扬。孙少安同志，为了表彰你在此次紧急粮食采购任务中的突出贡献，特奖励你个人150元奖金，还有等会全场广播通报表扬。厂长、书记，这奖励太重了，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。应该的，你当得起，这不仅是奖励，更是厂里的态度。以后还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，为厂里解决更多困难。是，我一定再接再厉，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。高科长，奖金你一会带孙少安同志去财务科里。是，厂长。几位厂领导陆续离开，高建设也把孙少安单独拉到一旁。孙兄弟，这下你可真是出名了，以后在厂里走到哪都吃得开。今晚去老哥家吃饭，你嫂子念叨了好多次了，说什么也要请你到家吃顿便饭。高大哥，嫂子的心意我领了，也替我谢谢嫂子。不过今天实在不行，厂里这边的事刚了结，村里还有不少事等着我回去处理。我出来也2天了，该回去了。我懂了，是急着回去见未过门的小媳妇吧？是老哥我考虑不周了，那你路上小心点，替我向弟妹问好啊。一定带到。高大哥，你也快回去忙吧，厂里后续事情还很多。孙少安随后骑着3轮车慢慢往家赶去。现在他有了整个厂的好名声作为保护，想到田润叶和他的林田空间，孙少安此刻心中确信他的未来必定幸福美满，红红火火。